嘛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我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探讨这个《佛说大乘十法经》。首先，请大家呢翻开讲义的第一页，看右手边这个栏位，请大家看第一行。我们在上一节谈到，就是说佛陀在这里要正式切入这个菩萨十法里面的第一法。这个第一个法叫做成就正信。各位，信是指信心，那正信当然代表正确的信心，但是这个正确一定会代表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正确就是你要去认知的过程里面，各位，你认知的过程里面要掌握到真实的意涵，你要真正掌握到真实的意涵才会叫正确啊。那如果你理解错误的话，那当然就不正确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要去了解，那正确的信心代表的是什么？因为你有正确的认知，所以这个信心的培养的过程里面是有一定的次第，会有一定的次第。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讲一个最简单的概念一切事情的形成绝对不是空中楼阁，很多事情的产生还包含了很多的，我们常常说听到人家讲的很多的谣言听到人家讲的很多的闲言闲语，我跟各位讲，那也不是空穴来风，有些一定是有某些原因产生的。好，那今天我们讲说，好，信心，那我要有信心，那这个信心我们都知道说要正确啊，但是你怎么知道是正确？这是问题。还有，你用什么方式去认定它是正确？各位，这个是过程。因为你要认定说它是正确的，那是我们一个大原则。但是你要去认定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过程里面，你一定要有一个次第啊。你一定要说从什么地方观察，又怎么观察，又怎么分别，怎么分析，然后才得到一个这是正确的。好，那既然是正确的，我就要相信，是一定会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一个成就正信，这个正信的内容是指要对什么东西正信呢？对于菩萨道的殊胜，你要有正信，对不对？对于利益众生能够成就殊胜的活果，你要相信。因为如果说菩萨道的殊胜你不相信，你怎么会行菩萨道？如果你行菩萨道，当然就是为了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成就圆满的觉者成佛啊。如果你对佛的这个殊胜的果报，如果你不认可，你不相信的话，当然你也不会去行菩萨道啦。各位是不是？所以也就是因而我们要去了解这里的正信的内容，就是包含了对于佛的无上解脱法，对于佛的殊胜的果位，对于菩提心的利益众生的意义，还有对解脱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殊胜的功德，我们一定要有认可。那有了一个认可，我们才会有意愿想要去做，而这个认可一定是要正确的，因为不正确的话，那各位，如果你对这种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去确认说它是真的，请问你会去做吗？你不会去做。那你一定要确认说它是真实的。好，是真实的，我相信。那有相信之后，我们才会产生动力。所以它有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了解说，好，这一段开始谈这个正信那谈这个正信里面，第一段话就是我们上一节跟各位解释到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不残取，柔和行。这个是指心态，你的心态一定要先正确。因为各位你要去了解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说一切的法
是正法，是邪法，不是在法的问题，而是在我们的心的问题。正人，对不对？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正的话，很多事情他都往正向发展。一个人如果是恶人的话，很多事情可以往坏的地方发展。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各位，武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武器啊，小到从刀子到枪支，各位，到我们说像战车啦，像这个我们说军舰啊，像战机啊，像航空母舰啊，像导弹啊等等。我可以跟各位讲，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好的地方，我们把它形容叫做保卫国家安全，对不对？或者是呢，运用这些武器来讲，各位把治安给管理好，这个是往好的方向去解释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这些武器落入了一个邪恶的人的手上，它会变成伤人的利器，危害众生的生命安全。各位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你说武器好还是不好，我们不能说武器本身的好跟不好，而是使用的人的问题。但是各位你可能有跟一句哎呀师父嘛，那干脆不要有这些武器就好了嘛，不是更好吗？各位讲的好有道理哦，你讲的没有错啊，好有道理啊。问题是这个世间的因缘你能够改变吗？为什么会有这些武器？因为众生的共业啊，众生的共业本来就是如此。你说哎呀干脆不要这些武器就好啊，我也知道干脆不要有武器就好，我们今天就不用伤脑筋在那边讨论说哎呀到底用来保卫国家安全呢，还是用来伤人呢？我们都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了。问题是不可能啊，问题现实上这个世间的共业就是有这么多伤人的武器的存在啊。如果我们今天都升到天界当天人去了，各位，天界没有这些武器啦，对不对？因为天界里面的天人每一个都很有福报啊，每一个寿命都很长啊。那福报大的时候，你要什么有什么，你有什么好争的，对不对？所以会有这种现象的就少掉很多了嘛。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学佛哇，又更虔诚一点啊，哇，我所谓的更虔诚就是更发心，更具足了这种正知正见的话，每一个都得到利益，比如说每一个都升到极乐世界去，那各位在极乐世界里面，所有的都是诸大善知识，每一个人都是善知识，每一个都是为了修学佛法而来，每一个都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那还有什么好争的？连你想要吵架都找不到对象可以吵架，哪里会有武器？所以这个是世间的共业的现象，我们不能说啊我们不要就好了，我们没有办法讲这句话，你了解吗？因为你讲的这句话只是代表说你对于佛法了解的还是不够透彻，如果了解的透彻你就不会讲了，因为这本来就世间的共业啊。就好像我们讲说哎呀我们大家不要破坏这个大自然，各位，我们大家也都希望说不要破坏大自然啊。除了破坏的人以外，其他的大家都知道不要破坏啊。但是你说不要破坏，难道这些不要破坏的人他就不破坏了吗？你了解我意思不？当然啦，好人跟坏人，好人都想说我们要做好人啊，要说好话，要存好心啊，是不是？也要做好事啊。但是你对坏人讲，坏人会怎么想？当我每一个人都存好心，都说好话，都做好事，那我们这些坏人怎么过生活啊？他会这么想，对不对？你讲跟你讲的这些坏人他会认同吗？他不认同。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也是众生的共业，众生的业力啊。如果他的业果不改变的话，他的想法也不会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理解，就说心态，今天你要去行菩萨道，你的心态也很重要啊。所以佛他讲说你要成就不残取啊，要柔和行啊，不然的话你要正确的去
各位成就一个信心，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简直是不可能。所以像我们经典里面常常讲啊，就像大智度论里面也说到啊，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信心。比如说你要学佛，你要对佛法有信心，你要对三宝有信心，你要对佛有信心，你要对你的解脱有信心，那这样子你学佛这一条路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如果你说啊，我要学佛，但是呢对三宝又没有正确的信心，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不对？对佛法真，对于世间的苦都没有认知，那你学佛这一条路如果能够继续走得下去的话，你也一定没有掌握到根本的意涵。那如果说因缘差一点的话，根本你这条路走不了多久，你就再见了，你自然而然就打退堂鼓。各位，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学佛这一条路如果没有办法得到法喜充满的话，我跟各位说哦，您坐在电视的头前哈，您才是菩萨的。如果你学佛没有办法得到法喜充满的话，你真正要行这个长远的菩萨道，我跟你讲哦，真的是考验会很多很多。这个考验不是别人给你的哦，是你自己造成的，因为你的心没有正信。我会讲说，师父，没有法喜充满跟正信有什么关系呀？我跟各位讲，如果你有正信的话，你一定就会法喜充满。你就是因为没有正信，所以你的法喜充满都没有办法具足。那当然，各位你可能在问一个问题，师父，没有法喜充满，可能代表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啊，对不对？我要达到法喜充满，也是要有一段用功的时间给我，我才能够达得到啊。你怎么可以知道说我是没有正信？我跟各位这么说哈，基本上人呐，在我们一般认知的层面里面，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做心，一个部分叫做行为。这个行为就是说，人呢很多的行为，比如说他讲话，有些人讲话已经习惯了啊，那习惯的时候呢，就变成说，有时候他知道啊，我讲话比较不好听，我讲话太直接了，容易伤人，得罪别人，好，我要改。但是他说要去改的时候，是他的心已经知道，也想要改，但是有时候习气养成了，要改真的很不容易。无形当中一句话没有经过思考又出去了，啊，又伤人了。但是他讲出去的时候，他知道啊，又错了，他知道哦，但是话出去就已经收不回来。所以这种是属于行为。那知道心知道错不对要改，这个是心。如果我们所谓的正信，这里的正信指的就是心的认可，由心的认可，我们慢慢就会要求我们的行为要达到标准。所以你的第一个法喜充满是由你的心的正确的认可产生的。所以你可以跟我讲说啊，你现在刚学习没有错，但是当你的正确的认知产生的时候，事实上你那个法喜充满的初步已经形成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了解了。那有些人说，那是行为上，就像刚才讲那种习气还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改不过来。我说各位很正常啊，你的情况嘛了，众生无始以来轮回生死，我们有多少习气？我跟各位讲啊，我们的习气都很多，都很重。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习气不多、习气不重的话，你也不会轮回生死的，你也不会来这个娑婆世界当人了。你了解吗？因为经典里面佛陀就讲了五浊恶世嘛，我们娑婆世界就是个五浊恶世啊。那这五浊恶世的众生本来就习气很强，烦恼很重啊。各位本来就如此，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要去了解，当你的心正确认识、正确认可的时候，你的行为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做到改变，可能你的心已经变了，但是你的行为呢，那种习气存在的时候，有时候无形当中还是会造作错误。但是这个法喜充满一定是从这个心的认可而来，所以你没有正信，就不会有法喜充满。有法喜充满的当下，就可以印证事实上你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虽然你的行为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符合标准，但是你的心已经认可了。所以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讲说心为一切的主导，就是外在的很多的事物，它的好坏，事实上有时候是个人的认知不同。个人的认知不同，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前2年金融风暴的时候，哇，全世界景气萧条，大部分的人都喊苦啊苦啊，为什么？因为景气萧条的时候，失业率就高啊，对，赚钱就不容易啊，要养家糊口就更难啊。但是对有些人来讲的话，他们说啊，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越是在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下，反而就是各位赚大钱的好时机来了。各位，那这个就是不同的角度的切入啊。就像我们讲的啊，危机就是转机，你能够把握因缘，反而它是一个契机，你能够扭转。那如果你不能把握，你没有弹性，你死邦邦的，好了，那别人不好你就跟着不好，你也没有机会去改变啊。那你就是被环境所改变的那一个人。环境好你就跟着好，环境不好你就跟着不好，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阿弥陀佛大愿王，48愿度有时，一句佛号真净土，成就普处菩萨佛。我恩师弥陀殿将供奉108尊阿弥陀佛的圣像，这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造佛形象，如造像功德经所说，功德大到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所有的福报功德都能够成就。所以各位念佛的菩萨们，为了自己生生世世的福报资粮，赶快来发心建造阿弥陀佛的形象吧，把握这次的因缘，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早日圆成佛道。阿弥陀佛。用感恩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佛恩寺迎接新年好运到，举办新春点灯过好年，在佛前点一盏灯，为自己或亲人献上一份爱的事情，就由诸佛菩萨慈悲加持，祈愿减轻业障，破除黑暗，迎接光明。点灯日期：大年初1至初7，欢迎十方大德菩萨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佛恩寺，电话0877955568，77951448，阿弥陀佛。屏东佛恩寺上如下松法师启见30系念法会暨佛学讲座，1月14日于屏东佛恩寺，电话0877955568，台南、高雄、屏东地区备有游览车，欢迎踊跃参加。阿弥陀佛。那就好像说一个人他的心他也没有办法掌控，他跟着外境跑，外境好他的心呢就跟着心情好，外境不好他的心情就跟着不好。我都控制自己的心嘛。但是学佛的人慢慢的你越有智慧之后，你就要去了解啊，学佛之后要有智慧，智慧就是要用心，你外境怎么变，我的心都如如不动。你好我也一样，你不好我还是一样，你搞到俄勒赞叹我，
虽然我很高兴，但是我尾巴不会翘起来。虽然我很高兴，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而自满。你骂我，我虽然觉得说不大欢喜，各位，这个不大欢喜是指什么？你骂我，你愚痴啊，你为什么要骂我呢？所以这个不欢喜不是说生气哦，是为了对方觉得遗憾。你为什么要造这个口业呢？你骂我，我又不会痛，对不对？你骂我，我又不少一斤肉，那你骂我，你又多造一个口业，何必呢？对不对？所以当你这样认知的时候，别人怎么骂你，你也不会产生什么样的波动啊，心情都很平顺了。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掌握心的时候，外境就转不了你。反过来，等到你的心越来越有力量的时候，你可以变成去改变外境。因为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啊，那各位我们想说，哇，谈何容易啊！一个人要改变社会，我跟各位这么讲哦，这个世间是一种共业的状态，你了解嘛哈？它是一个共业的状态。当这个世界的众生都不愿意改变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当这个世间的众生想要改变的时候，它就开始变。好，但是这个要变，绝对不是说突然之间大家全部都变，不是，一定是有人在这里面产生一个媒介，担任一个媒介的工作，把事实告诉大家，把很多正确的观念告诉大家，从一个人正确认识慢慢传播，从一个人想要改变，想要用他的心去改变这个世界，让它更美好，它会传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弘法。各位，弘法就是把佛法传播出去，让这个好的种子、善的种子不断的播种，不断的播种，越多的人接受到佛法，越多的人了解佛法，那我们慢慢的这个种子越播越多，它发芽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力量，它播的种越多，它产生力量就越强大，慢慢的这一个社会它就会改变。所以这个就是用心去改变这个外境啊。那这个过程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人要善尽社会责任？事实上我们人每一个人对这个社会都有一份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我们套一句我常常讲的，也就是儒家的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如果说我就比较没有能力啊，我又没有知名度，对不对？我又没有钱，人家要说要有影响能力的说比如说你很有能力或者是说你很有地位，或者是你很有钱，那这样的话你说你要去号召，要去影响，比较有办法。那我这些都没有啊，我只是个平民小百姓，没关系。就像儒家讲的修身，我把我自己照顾好，不要让我成为社会的负担。我把我自己照顾好，我不但不成为社会的负担，我还能够为这个社会付出我一点点的力量。那各位这样就很好了。所以你要修身齐家，再把整个家庭照顾好，然后呢更有能力的时候，你要为大众谋福利，服务大众。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越有知名度的，越有能力的，越有钱的，越有权力的，事实上他的社会责任比一般的人都更重。为什么？因为上天给了你这样的条件，你做好，你可以影响更多的人。你要是做不好，当了一个坏的榜样，你也误导了很多人，你因果就很重了。无古早人谁来讲哇，官啦做愈大，要收福报愈简单，要收福报嘛愈紧。为什么？当官的一个决策如果正确的话，可能让一个国家越来越兴盛，让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一个当大官有决策的那个，如果决策错误的话，可能会带领整个国家，各位走向经济衰
可能让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败坏，这个都是这个决策者所能够产生影响的。所以影响力越大的人，他的社会责任在正向来讲的话是越重的，他要把它扮演好，他才能产生一种正确的引导力量。所以我们各位我们说弘法好了，弘法有很多种啊。我们今天躲在深山里面老实修行，各位这个叫做什么？你躲在深山里面老实修行，你就是以身作则，用这个身教来弘法。为什么？人家听说哇，有一个法师在深山里面，哇，真正老实修行的哦，人家听到了，哇，那这个法师值得赞叹呐。好了，各位，这也是一种说法，这也是在弘扬佛法。好，那同样的，各位，我们从事于这些佛教书籍的出版，这个也叫弘法。我传播佛教的讯息，我借由书籍，借由杂志，借由月刊去传播，我让众生可以听闻到佛法的机会增加。各位，你想看吗？你躲在深山修行，会知道的人是谁？会知道的大部分都是佛弟子才会知道嘛。但是你发行杂志、月刊这些佛教书籍，你不断的在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的让它，各位去传递，让它去流通。很多人，这一本是什么书啊？无意当中拿起来看一看，讲得好有道理哦。各位，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学佛的。因为你给了他很多接触到佛法的管道，就好像弘法为什么要电弘法？就曾经问过师傅，你电视弘法一直都要开大规班，那100多万很好用的，为什么你一定要电视弘法，一定要花那么多钱？也有居士问过我这个问题呀。但是你要时代不断的进步，佛法的传播要跟着进步我们使用的工具也要进步啊！你不能老是靠以前的那一套我讲经说法就在自己的寺庙里面，在讲堂里面。我问各位，你在寺庙在讲堂里面有多少人会走到你的寺庙，走到讲堂里面去听你讲经说法？现在的人工商社会，你看生活的步调这么的快，很多的家庭里面都是双薪家庭，下了班之后都已经整个人都累垮了，哪有时间再去跑到大场听经闻法，对不对？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要给他更多的讯息，让他去接触到佛法的话，你必须要跟得上时代的潮流跟脚步啊。所以很正常的一种心态来讲，你如果又要想说你的弘扬的佛法要能够让他的触角伸得更深，伸得更广的话，那各位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啊。那你当然透过电视的话，你可以做到可能比你深山修行可能比你出版图书各位跟你在这样子在讲堂在这个寺庙里面讲经说法来得更好，传播得更快，然后传播得更广。所以当人家电视弘法，各位你想想看，一个电视弘法传播出去的时候，它是有多少人在收看？你播下的种子有多少？那个是没有办法去计算的，那一种扎根的种子的这个效益是在无形当中不断的在培养。所以我们佛恩寺这样建设的过程，有好几个居士，不是只有一个，是好几个好多个，他们呢发心护持佛恩寺的建设那有机会呢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说，居士你学佛多久了？各位一样来回答一下吧。师父，我没有学佛。我说你没有学佛，你之前都没有听过佛法，也没有接触过道场。他说没有。那没有你怎么会护持我们佛恩寺建设？他讲他有时候嘛下班了回家无聊那现在的电视节目有时候呢也一大堆那很多的节目也有时候也真的不怎么样所以呢他有时候拿起来就遥控器就一直按从前面一直按到后面结果就按到了我电视弘法，他一听师父刚跟一听师父讲的好有道理他说他真正了解佛法就从我电视讲经听我讲经开始的，所以他
后来就慢慢对佛法越来越有概念了，从没有概念到有概念，从有概念到愿意发心来护持，很多都是这样子进佛门的。所以说，各位，我问你一句话，你虽然要花那么高的代价去从事这个电视弘法，但是你会看到你引渡了很多的人，从没有学佛到学佛，你会觉得说很值得。就像我们的佛陀，我们的历代祖师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出家人一辈子当中，如果能够真正度到一个人，真正发心用功修行，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有所成就的话，那你这一辈子值得了。各位，那你都背大了哦，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末法时期，在这个娑婆世界，要度一个众生真正向佛，真正愿意去用功修行，能够有所成就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话，能够度到一个真正修行有所成就、有所解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值得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虽然我们电视弘法要花那么多的钱，但是能够引渡那么多的人从没有学佛到学佛，事实上我们觉得很欢喜。因为什么？各位，因为这个就是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本怀，希望众生能够了解佛法。那我们真正依佛所指示的，依佛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去做。那我们各位，你一定要有一个概念的哈，学佛修行这一条路绝对没有所谓的轻松的，学佛这一条路永远是责任，永远是什么义务，永远是你要去承担。我老公公的很简单的是那样，为什么？你今天你学佛就是要学会承担啊，承担如来家业啊。佛是怎么告诉我们的？佛是怎么做给我们看的？那就好像是我们的责任一样啊。啊，你这里就是要做好，做好是应该哦，做不好就是你失责，你没有做到你的本分，是我们的不对。所以佛陀教我们发菩提心，佛陀教我们要了解这个世间是苦，佛陀教我们要去度化众生，那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本来就要去做好。所以这不是只有出家的佛弟子的本分的。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在家菩萨，你们今天被称为菩萨，当你被冠上菩萨这两个字的时候，你的肩膀很沉重诶，你不使轻松，你不要当作哎呀菩萨你是一个名尔，对不对？咱人大家都马上称呼。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我跟各位讲啊，你不对呀。菩萨两个字是非常尊贵的，那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因为没有菩萨就没有佛，佛是行菩萨道而成就的，所以菩萨两个字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它的尊贵是在什么？在他的精神，在他为众生付出。因为菩萨包含了在家，包含了出家哦。一个出家的菩萨，当然他有心发愿出家，又能够行菩萨道发菩提心，那真的是殊胜无比。但是一个在家的居士能够真实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也非常的难得可贵。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想啊，菩萨叫做觉悟的有情众生人，那我请问你，你觉悟了吗？大家讲一句话书，你跟大家讲的呀，娑婆世界凡夫众生尚无烦恼，要觉悟。虽然你想觉悟，但是还没有觉悟啊，还没有真实得到觉悟。各位，你这样子解释当然可以啦，但是我要跟你讲的一件事情是说，菩萨叫觉有情，叫觉悟的有情。当然，这个觉悟有可能是什么？有层次上的差别啊。为了当了解你啊。对不对？跟我已经真正做到，当然是有很大的落差。但是我要问你也讲，你真的知道菩萨这两个字是要做什么吗？这菩萨这两个字有一个根本的精神，就是说你无怨无悔的为众生付出，这就是他的精神，不求任何代价，不求任何回报。
的付出哦，这才叫做菩萨的精神。给他一讲我学佛好，各位你哪个讲一句话，师父我学佛并不代表我就是菩萨，错。我跟你讲，你错。佛是怎么来的？佛就是行菩萨道、发菩提心而来的。所以你今天要学佛，你就是要学佛的一言一行，学佛的心，学佛所为一切众生所付出的这一切，你才有资格被称为学佛这2个字。那我们说我学佛我也学佛但是各位，你有讲一句话师父那个佛果那么殊胜，佛是那么圆满的，我是去烦恼，这当我做不到，没有错，做不到。但是虽不能至五心向往之你现在还做不到，但是你的心已经有了那个理想目标，你愿意往这个目标去走，所以你已经做不到，但是你不可以说把它拿来当一个借口，说我真有烦恼我做不到。各位，你有烦恼，你现在做不到，但是你要用心你要要求你自己不断的进步你敢不可以说拿这个当借口，我有烦恼我有失去我做不到我是好像很正常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都知道，一切功德当中，以塑造佛像的功德是最为殊胜的。经典当中说呢，塑造佛像不但呢能够看除我们生生世世所造作的一切的罪业，更重要的是能够成就我们的福报。所以像经典所说呢，能够你要求智慧，就能我们得到智慧；你要求福报，能够就我们得到福报；你要求富贵，能够成就富贵；甚至你要求往生西方，那更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资粮。所以我们佛恩寺大雄宝殿呢，在2侧我们就是采用天然玉石所雕刻的88火。那88火呢，在我们网课当中呢，单日是诵弥陀经，双日就是礼拜88火，所以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居士大德，如果你有这一份心愿的话，想要成就殊胜的功德，那我们佛恩寺的88火呢，非常欢迎你来指定发心，在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光明、庄严、神圣。佛恩寺有消灾吉祥光明灯，可选择供养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等3种。欢迎诸位善信大德发心为自己及眷属以及法界众生燃灯供火，消业障，保平安，增福慧，成佛道。详情请洽佛恩寺087795-5687795-148，阿弥陀佛。屏东佛恩寺上如下松法师启见30系念法会暨佛学讲座，1月14日于屏东佛恩寺，电话087795-568，台南、高雄、屏东地区备有游览车，欢迎踊跃参加，阿弥陀佛。因为当我们学佛的时候，我们会有冠上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叫做佛弟子。你就是佛的弟子。那弟子2个字怎么形容？师弟一脉相传，师长跟弟子之间是一脉相传的。这传承就是我今天既然是佛的弟子，请问各位，我要问你，你今天你要学佛，你要做佛的弟子，是有人勉强你吗？还是有人拿着刀拿着枪逼你说你一定要学佛，你不学我就把你枪把你杀了，对吧？没嘛。所以你要学佛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是你自己欢喜心做的。那你既然有这一份发喜心，你心甘情愿要做，你得爱记诶，师弟相传，师长传给弟子的就是他的精神，就是他的一言一行，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我们要实践的对象。你要去怎样加吧？你怎样加？佛就是行菩萨道成就的，你干嘛在讲？那我不行菩萨道，那你不行菩萨道，你不发菩提心，你今天你还叫学佛，你还叫佛的弟子吗？讲
讲到上辈的是必然的你啊。所以这就是我跟各位强调说，当我们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佛陀讲我说大乘十法经，第一个讲到的就是正信，你要有那一份心，有心很重要。你有了那一份心，虽然你的行为就是我们讲的习气，可能你是要盖当，可能你很多还是会难免会做一些错误的行为啦，还是难免有一些的会造一些口业，但是你的心很重要，至少你有那一份心，你就会要求你自己越做越好，你自然而然就会进步。那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责任扛起来，你有法度把你责任担起来，你有法度利用较侪众生，你也才能够成就你的殊胜功德。而为人讲师父，你不是都叫我们不要执着功德吗？各位，我问你啊，功德是因为你不执着，所以才会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不执着才有功德啊。那这个问题就好像什么？你就是因为不执着，你才有功德啊，是不是？那我们说你的功德才能够越来越殊胜，那是在告诉你，因为你的不执着，所以你能够得到这个果报。当然我知道你不执着，你不要执着，但是这个功德就是因为你越不执着，它才会越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说佛他之所以要成佛，为什么？他成佛不是为他自己耶，之所以要发愿成佛，是因为我成了佛，我尝了无上的觉者，我有无量的威德力，我能够摄受更多的众生，所以我要成佛。成佛的意涵是在这里耶，不是你要得到会的胳膊，哇，佛是最殊胜最圆满的，我也要成佛，不是。成佛不是让你说我有神通之后来炫耀我好厉害哦，我福报好大，我好有智慧哦，不是啦。成佛是为了一切众生而做的，成佛是为了你要为这个众生尽更大的责任，度更多的人，所以你要成佛。所以这个根本的精神你一定要掌握。你不求功德，功德自然成就；你越不求，它越成就；你越想要求它，它越是没有。你了解不？你想要求求不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就包含说我们在这个世间透过电视弘法，就像很多人讲说，哇，师父你电视弘法之后，哇，你讲到鬼人都满你呢，很好啊，这样越出名越好啊。那当然很多菩萨也想说什么越出名越好，我们不是讲说出家人不求名不求利吗？各位，求名求利是要看心态哦。如果今天我们很单纯的是说，因为我们真诚行菩萨道，要为这个众生付出，当我们越有名越有影响力的时候，你能够给这个社会这个世间带来正面的影响。因为你入名，你讲话人家听会入你啊，人听会入你，你讲普法，人家讲哇，真的耶，你看这么有名的法师，他讲的话一定是很有道理的。有些人他是这样子认知哦，伊唔知影讲你讲的到底是真的是假，但是你做有名，伊就讲的伊就要听；你若无名，你讲的伊唔听。这个世间是众生是很愚痴的，所以如果另外一种我们说不可取的名是指什么？有些人成名是为了要得到名闻利养，我出名呢，众生供养我愈多，哇，我又更有钱了，哇，对不对？那我就可以好好享受了。追求名闻利养，追求众生的供养，那这样是这个错误的心态。所以今天同样是名，我们也是要看说你如何运用这个名，是正向的利益众生，还是你没有办法利用这个名，你被这个名把你给迷失了，这个就是重点。所以底下佛陀就讲了，讲说柔和行，各位现在又重复这3个字哦，前面是成就不产区柔和行，但是现在是柔和行
彼能信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无上菩提。因为你有柔和行，你才能够真正的信受。各位，这个柔和行我前面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就是没有跟烦恼相应。这个柔和行就是法喜充满，没嘎嘎啊，你的是很圆滑的，你的心是很纯净的去接受法。各位，这就像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啊，我们说用一个杯子好了，这个杯子里面已经装满了水，各位，你现在再倒茶下去，它装得进去吗？装不进去，因为它已经满了。一个瓶子里面已经装满了水，你还能再装进去东西吗？你也装不进去了，因为它已经满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啊，我们今天学佛的一个过程里面，如果你的心里面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概念，你绝对得不到真正的佛法，因为你的心里面已经先入为主了。你这个先入为主如果是不好的，是不对的，那后面要进去的这些的佛法就进不了，因为你排斥。所以这里的柔和行就是代表说，你在没有烦恼相应的情况之下，对不对？在心清净的情况之下，在法喜充满的情况之下，你要信受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无上菩提，你才能够产生相应。你讲话的修行啊，所以这里的诸佛是代表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然后正真正觉。各位，这个正代表正确，代表不偏不倚，所以真代表真相，代表真实，觉代表正确的觉悟。所以这个正确的觉悟就是包含了我们对于我们行菩萨道，对于世间的真相，对于我们发心要利益众生的部分，都要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才叫做正觉。好，无上菩提，无上就是指最殊胜的。然后呢，菩提呢，各位，菩提就是觉悟啊。所以我们说菩萨嘛，对不对？我们才讲菩萨，但是菩萨是简称的，你知道吗？真正的各位原来的词义是菩提萨埵，菩提萨埵翻译起来就是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所以叫做菩萨。所以这里的无上菩提就是无上的觉悟，这个无上的觉悟就是真正了知一切世间万法，那个就是指成佛了。好，各位，这是第一个哦。再来，他讲说善能信一念中三世诸佛智，信如来藏不断常，不老死，不可尽。我跟各位讲哦，这一段里面呢，它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们一个一个跟各位解释哦。他说善能信就是相信，一念中三世诸佛智，人的一念当中能够含摄十方佛国一切诸佛的智慧。各位，你敢不相信？一念心当中哦，能够含摄十方诸佛的甚深智慧，你敢不相信？你想说那有可能要修行到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耶，对不对？那修行到成佛的时候，我们才讲说，哎呀，佛道同，每一个佛都是平等的，觉悟的境界所断掉的烦恼都是平等的。按你讲这句话啊，但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句话？我跟各位讲，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经典里面佛陀曾经这么说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哦。我们的心
就像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说，凡夫跟众生是怎么样的差别？凡夫是一念心善，然后没有了，就变了。佛呢是念念善念，念念正念。佛的心是从来没有，各位迷失过。佛陀的念是念念都与正念相应，都是为了要度化众生，都是为了要解决众生的苦。他的念头永远相应的是这些，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跟为他自己以外，比如说贪嗔痴的这些烦恼相应，完全没有，因为佛也没有烦恼了，所以这个是佛。那众生呢是有时候心生感动，哇，一念的善心升起呀，那后一念呢消失了，所以这个凡夫。所以当我们有一念的菩提心升起的时候，各位列记哦，当你的一念真实菩提心升起的那一刹那，事实上你跟佛的菩提心相应了，只是这个相应哦，可能没有几秒钟，马上又断线了。各位用一个世俗的譬喻，你马上就懂。我们现在几乎人人都有手机嘛，对不对？各位你等下你的手机啊都你的手机响了哦，奇怪，怎么只响那么一声就没有了呢？这两几下的没一样。好，各位，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响的那一刹那，就是别人所发出的讯号跟你所接受的讯号接通了，但是为什么马上就停了？有可能是收讯不好，所以停了，收讯信号中断呢，也有可能对方发现我打错了，马上关掉，所以只响这么一声就没了，就是这种感觉。我们说佛它是平等的，佛就是菩提心，就是平等心，就是大慈大悲的心，就是般若空性，就是诸法实相，佛就是这样的境界。那你在这一念心善的时候，在你一念心不执着的时候，在你一念心慈悲心升起的时候，我跟各位讲，你就接通了。你一念的空性就跟佛的空性相应，你一念的大慈大悲的心升起就是跟佛的慈悲相应，你一念的菩提心升起就跟佛的菩提心相应。那一个刹那就是这里讲的一念中三世诸佛智啊相应了。但是马上你就在逞力的讲马上就讯号接收不好，断讯了，你一念相应了，就后面就没有了，这个就是众生。所以我们在讲说烦恼即菩提，当你清净的时候就叫菩提，当你烦恼现前的时候，当你心迷掉的时候，那个就叫烦恼，原因就在这里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先来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投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装塑佛像，能感得生生世世相貌庄严，常为诸天所敬，远离八难。常出生在富贵和清净修行的家庭，所生之处多能得遇诸佛。佛恩是弥陀殿西方三圣佛像，欢迎十方大德居士能有经出经，以我们学生拥有的经士来布置庄严佛像的金色身。庄严佛像就是在庄严我们自己。这殊胜的因缘，期盼您的发心，共同来成就。洽询电话08-779-5568-779-5148。阿弥陀佛。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佛恩寺第3期的工程弥陀殿正在建设当中。对一个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来说，如何成就
上品上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而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其实就是弥陀经里面所说的成就善根福德因缘，这是成就一切往生西方最重要的资粮。所以卢松在此呼吁所有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们，大家一起来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为早成佛道广集更殊胜的因缘。阿弥陀佛。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及何首乌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何首乌中含卵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节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十方法界卫视。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修行佛道的人，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中，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忍辱。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否则忍不下来。第15志向各为坚性、湿性、暖性、动性，各有差别。285页，一不住虚空，住是停住不变。为四大其性虽空，然也不住于空性。意思就是说，
我们怎么烦恼？我们的涅槃妙性并没有增减，涅槃妙性就是空性啊。体证的空性，诸法空性就是体证的涅槃不增不减的妙性啊。所以我们的涅槃是时时回归当下的，时时都存在的。佛来应示示现我们的涅槃妙性不增不减，佛不在世，我们的涅槃妙性也不增不减，只是体悟不出来而已。所以佛最了不起的就是体悟了诸法毕竟空性，诸法的毕竟空性就是诸法就是涅槃，当下就是涅槃。因其志向皆是卵动，念念变异，无有少时停住。其性虽空，也不注意空，这是指不变而随也。是故有种种万法生起。反之，倘若四大中停住于虚空之性，便不会有种种万法生起。今见有种种万法生起，念念牵线，故知色不注意空，而能随缘成物。非彼无虚空，谓非彼四大之中没有虚空。虽然色不住空，但色空二者并非截然为二，互不相干，互不相道，而是色中皆有空性。四大之中若无虚空之性，则四大念念生灭的时候因成断灭，无复有四大相续存在，亦不能以物合成就种种事物。所以没有虚空，万法通通停止，万法变成有其自性。因为万法空无自性，所以空住于一切设法。而一切设法有什么？就是大用现前啊。如果没有虚空，怎么能作用？你能活到今天，我们今天能吃能睡能呼吸能新陈代谢，就是虚空。因四大之性若不空，则成自爱不通啊，对不对？所以身体小至一个细胞，大至整个身体啊，通通要虚空，那就不能流动了。你今天要不要大小便？你没有空间，你怎么大小便呢？没有大小便，你能活吗？对不对？你内心里面呢，如如不动，那是因为无形相的。可是身体它会生灭变化的如果不能流动，那么就成自爱不通，所以不能以物相合。且若其自爱不通，怎么样就是很难启动我的妙明真心呢。那么这念念灭的时候，便是实灭这不能随念念变灭而实不灭。因为空无自性，才能念念不灭；因为空无自性，才是念念无生。那这样听得懂意思吗？因为空无自性，所以一切法无生；因为空无自性，所以念念不灭。因而不至于落于万法断灭外道的种性，外道的恶知见、邪见。一观大会，虚空即是色，以虚空之性随缘而入随缘而成入色种。大会，色即是虚空，因色乃是能持的虚空，以其所持的色种，两者因缘和合之处，所共成就建立之性。色与空二种事物之微妙分别应当善知。大会，地水火风四大种生的时候，其间性、湿性、暖性、动性四种志向虽各自别异，然仍以虚空为性，其性虽空，然也不停住于虚空表面之相，而有前后其面之别异。因此四大志向虽个别，然并非彼四大之中无有虚空之性。前论此节讨论有名的色空一如之问题，至少有3个理由说色空不异。一、变现就是随入，色为空性之所变现。二、能持所持是一，如水持波，水波无异，色空不二。三、色空互入互即，色中有空，空中有色非截然为二，而互不相道。他这里也用虚空来表达空性就是在当下。似乎已经前面又附带说明了，色如空花空花就是虚空当中产生的花。我们今天万法都是虚空花如来藏性是这么样子的显露出来。看一切相，我相、人相、众生相，虚空花；山河大地，虚空花。整个宇宙都是虚空花。只要有相
无相都通是虚空化。非有非无，只是众生啊，徒自妄为，自捏其目啊！自捏其目就是早已有无了，心早已有无，妄想重重啊，就是自捏其目。所以以空中见发，我们在真如本性里面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见到虚空化。这是自捏其目，自捏其目就是我们动念产生的无明。在真如自性里面本来无一物，却见到空中花，而此空花就是众生业之所变现。简单讲，这些山河大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鸟兽虫蚁，一切山河大地，通通是业识所变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你的心。空者则为如来藏，花则为业识，也就是灭目为妄为。今天诸位，谁害惨了谁？就是你自己的观念妄想害惨了你自己。这句话你一定要背起来。谁把你害得最惨？就是你内心里的妄想，孽目妄为。我们真的自信不会用，却用无明妄想到处为敌，而不晓得你的敌人却在你的心中显现。敌人不痛不痒，而你却痛苦不堪。所以孽目妄为就是妄动，内心妄想分别起心起念。色空亦如是，空就是如来藏，色就是业识之变现。六，一切万法本无分别，而一缘成，而为一缘成。一个缘觉自性所成，只因一念妄动，故是有分别，而令本一精明，成六合合，就像楞严经中所明的。所以还好楞严经我们讲过了，所以现在行者最大的课题就是在一次六合合当中，不要去分别，千万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妄动，当下提起那个如如不动的一精明。为什么一直叫你告诉大家如如不动不妄动？这是修行就抓到了核心，离一切相，心如如不动，你的内心不妄动，你就抓到了修行的核心跟价值。而顿入如如不二的不分别境，如如就是其第一个如是指内心啊，内心如；第二个如是指外境，内心如，外境也如。内心不妄动，外境本来就空，还是如啊。如如的意思就是空空所显的真如，叫做如如。空性所显的内如外如无法不如，叫做如如。所以师父前一天告诉大家上个礼拜说人生可比一出去没来没去没代志佛法拿捏到重点，这辈子就是能力溃挖就溃挖站立与睡眠都以道相应都以道相应好，我们5点38分庆合掌。愿以此功德，消灾在座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及时大德，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及亡灵牌位八度者，回向南头养德禅寺那古在一切亡灵，回向花莲活心寺那古在一切亡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不无生，不对菩萨为伴侣。下课。善用般若之智，行布施之道。欢迎十方信众发心护持文殊讲堂，弘法护法经书注印。承蒙护持，请亲临讲堂，或邮政划拨04789851，户名林义谦。
请注明护持项目，无注明者由讲堂统筹运用。欲令正法重现，当推首楞严大经。若欲忏悔灭罪，或欲行出世善法，立大功德，欢迎随喜唱入大佛顶首楞严经 VCD、DVD， 法师须及时，良机不可失。若欲发心者，请亲洽高雄文殊讲堂，或以画符方式注明注入楞严经光碟，邮局画符账号04789851，户名林义谦，慧玉法师俗名。文殊讲堂报恩佛期通告，日期12月11日至17日，报名电话0733278833。文殊讲堂全年度消灾拔度，欢迎随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733278833。文殊讲堂各项活动资讯，欢迎来电索取，或光临文殊讲堂网站 www.wenshu.org.tw。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287页第二行，如是大会，观牛有角，故兔无角。这大会，有牛角者，悉为微尘，又分别微尘，刹那不住。彼何所观？故而言无也。又言观于物者，彼法亦然。这一段是跟昨天所讲的内容有相连贯。说如是大会，一般人或者是外道看到牛有角，因此经过了比较而说兔无角。说大会，我们现在用理性科学来分析一下真相是什么。我们用理性客观来分析一下，有牛角者，悉为微尘，把它分析到微尘，你会发现没有牛角这个东西又分别微尘，又很清楚的分析透视到具体的微尘，你会发现刹那不住，刹那不住，就是电子质子中子，电子质子中子高科技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没有一时一刻停住的。那意思就是说，连牛角都空无自性。彼
何所观，故而言无也。那么以合法来对观，是连牛角都是空性的，那用什么来对观？何所观就是来比较对观，故而言兔角没有呢？而言兔角无呢？连牛角都是空性的这不能比较的，就站不住的。那么比合法来对观，而说兔角没有呢？兔无角呢？若言观于物者，若如是观，万法都是空无自性，是绝对的空性，那么就没有任何的比较，这些千差万别的大小有无长短方言，都是由分别心比较而来的。如果你也能够体认万法当下就是空无自性，就是绝对的空，因为色即是空，平等不二的这个道理，不经过比量比较的心态，那么这一些长短方言，包括语言文字有无一二三四数量都是空无自性，那么就解脱。若言观于物者，若如是观于法亦然，说比法亦然，意思就是从比较当中那是不能成立的。由大比较小，由小又比较成大这些也不成立的。大小也是一种概念，一二三四还是一种概念，有无还是一种概念。所以因此众生没有办法离开这些对观法，因为没有办法离开这些对观法，所以就落入强大的分别的我执我见，因此生活生命当中完全不懂得转换，就完全被困死了。困死在假象当中，因此在假象当中不是早有就是早无，要不然就是外道早断见早常见。我们的清净觉性没有这个东西万法回归当下，因为一切法空无自性，不能对观，所以我们活着就懂得要不计较不比较。因此邪佛在做什么呢？邪佛就是要转烦恼成菩提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说生命就像跳芭蕾要懂得旋转才知道什么是精彩人的一生他就像在跳芭蕾舞这芭蕾舞没有一个芭蕾舞者他不懂得旋转，不懂得旋转怎么知道什么是精彩呢？学佛也是这样子的，学佛也是这样子的人生就像跳芭蕾要懂得旋转才知道什么叫做精彩。我们也是要懂得转世成智，转烦恼成菩提的，才叫做什么叫做精彩对不对注释，这观牛有角，所以兔无角。如果因为观牛有角之故而言兔无角，有牛角者，悉为微尘，微尘则为离虚。再者所谓牛角者，若将它分析为离虚之微尘，有分别微尘刹那不住，然后再分别此微尘之性，则知此微尘之性刹那不住，其中并无牛角之性可得。若如是这牛角之有变成有，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凡色相都是空性，都不存在。彼何所观，故而言无也。如果牛角之有变成了不有，不是真实的有，有既然不是真实的有，则比外道要用什么物来对观呢？这对观要有实体的东西，可是呢，佛陀证到一切法空无自性，那个不能拿来对观的。而言兔角无，所以我在台大上课就问他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请问1加1等于多少？好，你说2，那么请问你1存在吗？
一是否存在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因此，所有的学者或者是后天所学习出来的一些知识或者是这些常识那我们也随喜赞叹，因为那是生存的根本的条件。但是问题，这些知识常识透过了分析比较，却强大的力道，语言文字的观念却压住了我们的清净自信，这个叫做所知障。所以有时候书读的越多的障碍就越大，因为他卡死以前的语言文字常识的观念，用这样子的推论来理解佛法是很可怕的。除非这个人高学历的人有大善根大善根要不然的话，后天所学习的知识常识，你不能说它不对，因为要生存就是要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恰恰好把所有的观念，把那个无师自然去压得死死的，刚好把我们的本性全部都是压住，显露不出来。后天所学习的种种的语言文字观念对比一二三四这些观念就是这样子，因此想要显露我们的佛性就知道这些知识常识分析，这个都是工具。最大的问题是要解脱，而我们空性的涅槃本来就存在，只是你没有去发现而已说佛发现了涅槃并没有新跟旧的东西，涅槃也没有所谓新，涅槃也没有所谓的旧，因为它一直存在诸法本来就空性的，只是你没体悟而已诸法本来就涅槃还有什么增加一个涅槃？涅槃本来就没有增加，没有减少，就像虚空一样咯。所以是谁先体证到这个空性的思想，谁就契入了涅槃妙性。观是对观，何所观？是以何法来对观？此段是言以外道若以有来立无则若分析其有，来分析它的有，知其有还是空，则其立言之本便无着落。能立之有既然破，所立之无便无法成立若言观一物者，彼法亦然，为一本作。若如是观以法亦然，所以记得只要对比的观的都是分别心，都是刹那生灭的东西。佛性绝对，佛性是圆满的，不容许你有一点点缺陷的。所以只要是对比较之下的，通通落入生灭的观念。简单讲，只要你内心里面有分别心，那一念就是生死的无明。易观翻过来288，如是大会，若因观牛有角之故而言兔无角者，是为虚妄。说大会有所谓牛角者，若悉之为离虚之微尘，然后再分别此微尘之性，则知其性刹那不住，其中并无牛角之相牛角之性，可得若如是之牛角之性，即之不有。有即不有，则比外道人以何物来对观呢？所以我们就是拿不存在的东西来执着来讨论。诸位，如果你没有开悟见性，底下我讲的话你要牢牢的记住，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道理。无论你的朋友，无论你在家庭的生活，你一定要记住，因为大家都卡在一层无名强大的观念的时候，只有一句话能解决问题，就是各退一步。因为那种众生的我知我见法执是很可怕的，有时候语言是说不上来的，还有时候我们内心或者脑部生病了，这个道理知道，可是就是转换不过来。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可是他就是转不过来。这个时候你要用佛的心来宽恕一下，除了各退一步，还要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超越那些凡夫的胸量，你一定要更高超来看这个世间，要更放大你的胸量啊！因为众生没办法，他的能力就是到这个地方。这个众生他只有能挑20公斤，他所能承受的语言逆境只有20公斤，你给他挑60公斤，要压死他。所以当逆境来的时候，你就给他做一个很有修养的，给他牢骚一下啊，抱怨一下啊，做一下义务听众啊，出气筒，但还得看你有没有时间了。所以这个是永恒的真理，就是你碰到政治的时候，我们也有正确的观念啊，那他也认为有正确的观念，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各退一步，把最困难的事情交给时间。你现在讨论的逼下去会死人了，某些东西不是一直讨论的东西，大家都卡在一个个性了。哦，原来佛法也是一种艺术啊！所以啊，师父讲的啊，生命就像跳芭蕾啊，要懂得旋转，才知道什么是精彩。这个你不必卡死在某一个观念，你把它转一下，是不是？啊，有的东西啊，不是你讲他就会听的。父母亲讲这个儿子，你打死他，他不听你的，他卡在某一种观念里面，打死他，你没办法的，父母也没办法，兄弟也没办法。所以说，父母亲你只能生他的身体，你没有办法生他的心。那么我们如果今天有学佛了啊，就用更宽广的角度，那师父呢，用更宽广的角度还没办法解决呢，对黑呢，不会给欠杀掉，对不对这样你就懂得旋转啊，这个旋转就活出精彩，能够转凡成圣，活出精彩，能够转世成智，活出精彩，能够转烦恼成菩提，又活出精彩。我们卡死在某一个观念里面，对不对？两个都是死在那个观念里面，他也不对，你也不对，对，温师爷所以有时候不处理反而比处理更好，有时候一定要处理比不处理好，这就要看你的智慧了。底下说：“而言兔无角也，若言对观一物者，则彼法也不得成立。”也就是说，若其他法也是以对观而得，则那一些法也都同样不能成立。换言之，一切对观而得之法，皆为虚妄，皆不得成立。所以活着的时候，只有一句座右铭：活着的时候，心不计较，不比较。对观没有能所，就入解脱，就进入解脱的状态。全论此段也含另一种意义就像南切科解上说，就是以牛、兔二角来比喻色空二法，因为执色空有义者，一定是说空不自空，对色显空。今若分析色之离虚则无色矣。色既然无色，凭何显空呢？如兔角无，是因对牛角有。如果分析牛角为灵虚，灵就是接近虚就是虚空接近虚空叫做离虚牛角既然无，兔角怎么能够成立呢？所以在座诸位那个百货公司那些卖化妆品的，不是感谢女人要感谢的是男人你知道吗？因为男人你为业绩是荣这男人喜欢看画了青黄绿这个女人哇，对不对？长发飘逸婀娜多姿风情万种对不对喜欢黄金比例尾个红丁青丁年轻亲像招杯丁还得这你尾你没法多所以说这个那百货公司应该感谢男人
也因为这个男人欣赏她，才有女人喜欢化妆，而且查甫我死了了啊！我是要学上看。你有没有想到，这全世界查甫都死了了，你是要学上看咧？目白画个遐乌遐粗，对不对？你到底假节嘛是要上看？我不相信说你重自己欣赏，我现在看过给给错掉。今天所以说，这个百货公司应该感谢的是男人，不是感谢女人，对不对？男人越欣赏，因这领钱去买，领钱来买，算不是啊呢？所以就感谢了，要感谢全世界的男人。除了色与空外，若言其他恶法也是如是破之。文殊讲堂分院养德禅寺梁皇法会通告，日期12月18日到24日，详情请洽养德禅寺049-227-2893 049-227-1935。文殊讲堂分院花莲佛心寺佛医法会通告，日期1月7日，详情请洽佛心寺03-852-5992。八关斋戒法会通告，日期12月30日，详情请洽03-7774332。文殊讲堂各项活动资讯，欢迎来电索取，或光临文殊讲堂网站 www.wenshu.org.tw。288页说，14尊告大会菩萨摩诃萨言：当离兔角、牛角、虚空形色、意见妄想，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当思维自心现妄想，随入为一切刹土最胜值，以自心现方便而教授之。解释一下。说14尊告大会菩萨摩诃萨言：应当离兔角的无，牛角的有，这样的比较也不应当早已，也就是应当远离虚空以种种的色的形象这些差别见，意见就是差别见，见法有异了，不晓得色空一如了不晓得性相一如了。见虚空以种种的形色，有种种的差别见，这个就是一种妄想，因为色即是空它是其一的，是平等的。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当思维，好好的冷静一下，听佛的这个教法，听佛的言教说当思维，自心你就是内心里面所见到的种种的分别纵相而显现出来的，通通叫做妄想。而我们的真如自性就在妄想当体即空的那一念，就是自性，是的本性，是的体，是的体并没有增减是的体性并没有增减，所以有增有减叫做妄想，有来有去叫做妄想。诸位，众生都是遭遇这个悲欢离合增增减减，生生灭灭不懂得法性本功所以聚合的时候快乐离开的时候痛苦不堪就是这样子。所以当知思维自心所见的分别纵相而现出种种的妄想，其实不离自己的心性，因为心性妄动、妄分别、妄执着，所以我们回不了家，回不了我们的家乡，真如的故乡。随入如果我们有了正智，那么则能随入一切佛刹最胜子菩萨来宣说，以自心现方便，以一切法为自心所现意思就是说，注意你的起心动念，其他跟外境无关。所以以一切法为自心所现方便来教授之。注释：应当离兔角、牛角、虚空形色、意见妄想，意见为差别见，也是见法有异。诸位
性相亦如等如虚空。如果见法有异，即落入分别心。分别见即是刹那生灭的妄动。有时候你贪婪业境界，那记得这一念就是生灭心。有时候你气到不行，这一念仍然是生灭见。因为你见有一物让你气到不行，你看到有一物让你贪婪执着到不行，这个仍然是生灭见。此即唐译作若因远离兔角魔角虚空即色所有的分别，当思维自心现妄想。唐译作应常观察自心所见分别之相，以自心现方便而教授之，一切法为自心现之法门，为方便而教授之。此即唐译作为诸佛指所观察自心修行之法。这一观14尊告大会菩萨摩诃萨言，说汝等诸菩萨应当远离兔角与牛角的比较因为两者都是空无自性，不能比较，都是绝对的空虚空与形色等一切差别意见之妄想分别，且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应当常治思维，意思就是用正思维的方式，用佛教导的智慧来关照思维，深入的观察万法都是唯心限量，自心所现妄想分别之相。所以自己是最强的人，自己也是最弱的人。不但如是自修，并且应随缘入一切国度，为一切刹土之中最胜佛子宣说，一切法系为自心所现，自心现之无上方便法门而教授之，令入佛智。14尊亦从现此意而说具言，色等即心无，色等长养心，身受用安利，视障现众生，心意即与事，自性法有无，无我二种境，广说者所说长短有无等，辗转互相生，以无故成有，以有故成无，唯成分别事，不起色妄想，心量安立处，二见所不乐，觉想非境界，声闻亦复然，就是之所说自觉之境界。说14尊呢，亦重显此意前面常常我们讲过了，现在亦重显此意就把它用简略的这个句诵来包含前面的长行文而说偈言，说色等即心，这个无就是无自体性意思就是色无自体性，以及心体也是空无自性。简单讲，色就是净空，心无就是心空。这一段就是讲色等同是空无自性，是净空，境界是空性的，以及心的妄想也空，心体也是空无自性是心体无自体性无论是境界的色，无论是心都不可得。是色等长养心一般外道无知不了解真理以外面的这个色怎么样，长短方言种种青黄赤白或者是四道所构成的合成的缘起法误为实体，所以以外道无知，没有佛的智慧，把这个色等诸法来长养心补一个叫做妄心所有的外道只是在增长妄心而已，就因为外道没有佛的政治，没有办法切入真如，究竟的真如，因此只有长养妄心现在就说明了，其实一切生的正报无因生，受用的依报，安立就是建立你所看到的身体的正报，还有外面的山河大地的依报，其实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四障所涌现出来的众生，同一个体性的。我们今天因为强大的执着跟分别，把它切割变成你我他，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其实这些相都不可得，而通通是自己四障显现的一种众生。翻过来290页，说心意即以是啊，这个是指八识啊，心是指第八意识，意是指第七意识啊，即以是就前六识，这八识啊。自性就是三自性啊，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言成实性，还有法有无，就是无法了，相啊、名、妄想、政治、如如咯，无我二种境啊，这个境就是本质清净啊，无相的清净心啊，无我。那我们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问题出在找一个人有我，法还是有我。不晓得人我是空无自性，法我还是空无自性，所以无我啊，二种境啊，就是人无我还有法无我，其实本质清净无相，只是众生的妄动的太可怕了。广说者所说，广说者就是佛啊，佛说的三藏是二部经典呐，是不是啊？就是广说者就是佛了啊。接下来啊，就长短有无等啊，这个就是外道，见到牛有角，兔无角，所以角有长短啊，有角无角啊，其实把它误认为这是实有，是外道可怕之见。因此呢，长短有无等啊为实有，就产生种种的见咯，知见的见咯，因此就辗转互相生咯。生种种的知见呐，不是有见就是无见，就是断见就是常见呐。因为辗转互相生种种的邪见，以无而成立了有见，因为无见又变成执着另外一个有见，以有见所以衬托出无见。这个有见跟无见其实都是空无自性。接下来，如果你把一件事或者牛角分析到微尘分析到微尘，分别里面的种种的事情，种种的事项，你会发现色其实就是空。所以就是微尘分别是，当你分析色法这个微尘达到了最极微细的时候，你善于分别，你会发现色就是空，就是分别是色空一体一如不起色妄想，就是不会再相。这个色表示一切相，凡所有相，凡所有相起妄想者是凡夫，凡所有相离一切相者是圣人，是修行人。接下来心量安立处心量圣人的智慧甚至这个心量它是离于有无的。所以这个心量上面补甚至心量，然后中间补离有无，又不能看不懂这个太简单了心量就是圣人的智慧的心量这个量的底下补三个字离有无，是这样子离有离无才建立甚至第一义谛安立之处。安立处就是甚至第一谛安立之处。这个意思是说，甚至圣人的智慧，这个心量，它是绝对离于有无的恶见邪见，因此安立的圣至第一谛安立处，就是安立在离有无见。接下来，恶见所不乐，这些外道呢，恶就是恶知，见就是邪见，这些外道是恶知，同时具有邪见，所不乐。因为他的心早有，又不能就是早无见，这个恶见就覆盖了真如清净心，甚至圣人的智慧不相应。觉想非境界就是妄觉还有妄想这不是圣人的境界圣人的境界也不是凡夫的境界。
所以这个妄觉妄想是什么意思呢？凡夫都依见闻觉知凡夫都是依看到的听到的为依靠为实在，因此凡夫依见闻觉知着境以为实，这个是妄觉，这个是妄想。所以圣人的智慧非后面补2个字，非凡夫境界。那么这样就看得懂了，非境界就是非凡夫境界。这句的意思是说，凡夫依见闻觉知来认识外境，但是他所认识的其实是妄觉还有妄想但是佛的圣智非凡夫的境界接下来亦非声闻，亦复然，亦复然，也不是声闻的境界，也不是声闻的境界。此是救世之所说，这是为了救度一切世间救就是救度，世就世间是佛陀方便说。说什么呢？说其智觉圣智之境界，这真实的境界。智觉之境界就是佛说出了他自觉圣智的真实的境界。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佛的境界，他先点出我们未来的理想那个目标。原来佛的自觉圣智是圣智第一地安立之处，这是修行的终点，就是成佛。其自觉之境界佛为了救度一切世间而说出了自己觉悟的圣人的智慧，这种真实的境界。翻回来师父把它贯穿一下，说尔时世尊亦重现此意而说具言色本身就是空无自性，以及心体也是无自体性。色等长养心，因为外道无知，用这个外在的常长方言的色法诸法长养了外道种种的妄想心。一切的正报的生，依报的受用，就是这样建立。虽然这样建立，其实都是来自于四藏所现出的众生，其实同一个本性，同一个藏识那么290这8识的心意以及意识，三智性的天际所执意他起行言成实性，还有相名妄想政治如接下来为了除一切烦恼障所知障，所以佛又说了2无我，说无我2种境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广说之所说，这是佛所说的外道执着于牛角的有，兔角的无，同时执着于外境，因此起种种的知见，长短有见无见都把它误认为那是实有的，不晓得它是空无自性的辗转互生。怎么辗转互生呢？因为有而成立了无，因为无而成立了有，因为有而成立了无。其实你分析一件事情达到最极微细，这种分别用智慧来分别其中的事，你会发现色就是空。当色等如虚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真如的平等觉悟的本性。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起色的妄想，了解色即是空，那么色等如虚空，就不起以差别的色法起妄想心。这是圣人的心量里有无所安立建立的甚至第一地之处。外道恶知邪见所不乐，因为其心早有无，外道被恶知见所覆盖，所以不跟圣智相应，所以他不喜欢这个。凡夫依见闻觉知呢，产生妄觉妄想呢，而圣智却不是凡夫的境界，也不是声闻的境界。这个是因为佛陀为了救度一切世间人而说一切法，方便说什么呢？才说究竟的自觉圣智它的真实境界，让一切众生先有了解，知道这是我们最终的理想目标，就是佛的自觉圣智。那没有佛讲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跟体悟
接下来注释说：色等即心无，色一心本即无体，无体就是空无自性，空无自性就是空。此颂是心境两空啊。色等长养心，但是翻译不了，且其色等外法以长养其妄心。四障现众生，四障为八识的障体，为众生一切境界，皆为八识障体所现的影像，本无实体。所以儒家有这个名袍物语呀，其实一切众生跟我们都是一体的。心意即已是，自性法有无，无我二种境。心意即已是指八识，自性法有无，自性为三自性。法有无就是指无法，无我二种就是两种无我，人无我还有法无我。境这是指一切其本质清净无相，这个用八识无法三自性两种无我，皆本质清净无相。为什么加一个本？意思就是说，那就是涅槃的境界啊。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痛苦的很冤枉，烦恼的很冤枉，轮回的很冤枉，这些因为不了解万法都是心性所显的真如的境界因此我们有了能求所求，能执所执，因此能所不断，一直过着没有办法解脱的日子。广说者就是佛，长短有无等辗转互相生，以无故成有，以有故成无。这个是用牛兔两脚辗转带观互相为因，而成有无等妄想分别，为成分别是不起色妄想。此颂分析牛角自以为成，不见牛角自性，因此不起色为实有之妄想。清亮安立处，此为颂上，思维自心虽离有无记，记就是执着，为圣智心量安立之处。所以你想要了解圣人，离圣人越来越近的，就是离一切相，舍之又舍，以至一尽，你就跟圣人的心越来越相近。所以你什么事都看不开，死之不放，建立在自己的观念，跟人家争吵不休，其实在争吵你自己的命运争吵只是跟自己的无明在对话而已不善待自己就不是像佛能够善待自己众生因为其贪嗔痴不善待自己，所以如鸟被困住了，就像鸟困在这个鸟笼里面解脱自在，这个鸟就遨游了虚空。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想要了解说师父那什么是佛的境界，就很简单，而且记得能够原谅宽恕众生，因为你不执着嘛不跟他计较，你又更进一步了，对不对以前一件事情动怒不已，现在不管讲什么你都怒怒不动，有一点佛的这个气息了对不对？诸位有一句话，什么叫做大雄宝殿？佛是我们的这个模范。什么是大雄宝殿？大雄两个字不是大家云呢大雄宝殿呢，大雄怎么解读？两个字，两句，忍人之所不能忍，还不是一点点小事要忍忍别人所不能忍的事情还要忍行人所不能行，佛陀所做的那个事情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做到的。诸位佛在世的时候96种外道一直想灭掉佛何况你今天佛已经入涅槃了，我们也没大神通，哪有办法呢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就是我们度有缘的众生就好有缘的众生就好，是不是？谢谢收看，下次同一时间
佛学讲座。真心经不完的双手，为我温暖的魂，原来承担一个又被苦恼，始终无意经历无庸置疑，总是天在动，一切走到最绝望，种真心的被埋忘，时间陪您共度生死苦海，直到烦恼的护正法颂好歌，十方之歌受到广大回响。现在推出第二波送好歌活动，13首经典好歌只送不卖。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CD1片。岁月老，出茶感慨岁月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加嘎己的心，总是奇怪。感谢你，信心满满的经典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每一首歌都触动人心，值得您品味收藏。护持账号42274784，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物中含卵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其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在了案事情，我觉得最后一篇，我觉得谦德，因老爸拢以管府来对恁去上班，伊安尼考试考几啊遍拢考袂掉。有一天呢，因对因老爸报讲有一个中职学问真好，伊写伊的文章呢，摕文章去甲拜托请伊指教。伊去问这个中职一个开心。
二话不说连看无看，一个必杀又个叉叉。当因老爸甲伊的面前，那个温酒是一个人的人格，温酒是一个人的精神，温酒是一个人的生命。伊啊当面吼，因老爸介绍的去，当面伊在因老爸甲伊面前改为伊温酒条，伊含生气都毋敢生气。伊甲为伊温酒主要是看伊温酒好歹。我你要拜托我，你要请教我将你上爱的物件、上得意的物件，当面甲你破坏掉，看你会生气。若要生气，才是真正配合我、尊重我，安尼我才会当甲你讲。因为学问本身就有啊，上重要的谦虚心、包容的心，那出来心，咱要看待是讲话做文字时，才有一个理路，才有一个秩序，才会当抓着重点。咱通常咧写文章，人都个人的理想是过理想化，但真正讲利害关的时阵，重点无一定讲抓得着。咱一世人成功嘛是安尼，咱做真济，拍拼真实，所以讲做到官老嫌咱老，就是因为咱抓袂着重点，毋知轻重，毋知进退，毋知好歹，毋知生死，所以一世人甲会歹命。为什么拢家己呢主见相当？所以修行在道场中，那会看面人无爱人，才能得大利用。咱在咱生活内底呢，会看面人讲的人，才会解脱。所以经过三皈依内底头一句呢，咱都会讲体解大道。我们那个。佛经每一句一字，其实拢充满着无量意思，拢会当互咱呢，会当举一反三，会当互咱体用出当。咱为什么一本书读到尾，上几十遍、几百遍、几万遍，看无半点意思？因为咱是咧充数义，当业绩。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常道非有私权。菩提只向心力，何劳向外求贤？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有做大经甲咱讲。一切福报的原理有对来，拢是人的观念、思想到为言行内底呢。言行就是印证咱日常生活内底累积落来的功果。所以咱一般学佛、修道、修养。目的是啥？无论在什么世间人的追求光明利乐，修行人追求的心身自在，乃至呢离苦得乐，目标呢拢是要为着如意。咱的世间人为追求光明利乐所付出的代价，所付出的努力、心血。拢是为着如意，一世人到什么时阵会当互咱了解这种代志、这种物件、这种时阵、这种方法，未究竟。哪个字毋是讲毋对，是未究竟。意思讲吼，未适当。为什么？毋知准则，准则咱一般咱国语讲叫做斟酌。意思讲吼，咱咧追求的时阵，拢是偏向名利欲望。所以世间所有的如意内底，咱逐个人拢有感受到。每一天，咱像咧只西方人款，咱日头更较远，咱逐工坐飞机哩约会着，约袂着。所以咱我经常出国的时阵。
为遮坐飞机到美国，上少爱16点钟、20点钟拢有。技术讲咱即马来美国大，美国台湾的西方来美国大比台湾去西方近，永远说袂定。咱即马咱知，咱即马是暗时，美国是日时。咱即马约到遐是天光时，咱才变暗时；约到等来咱才天光时，你迄边我暗时，叫做轮回。咱咧约啥？所谓如意名是真济人的祝福、肯定；利呢是真济人的付出，满足咱的如意。有啊，咱确实有这个努力内底，名内底的真济人肯定，咱有这个名。像即马要选总统，大家都约这个名。名这内底呢，附带有真济利，名利。约到的时阵约到无？约到一届4年，4年个嘛是无啊。再过来约到一届4年，4年嘛是无啊。咱像即马等下回来困觉，咱约一个，希望永远要回来做一个美梦，咱的梦会当延续继续落去。所有梦无延续的。为什么？因为无人编辑，因为呢无需要准备，因为呢时阵无共，所以好梦绝对无长。所以人生在一句讲祸不单行，福无相传，梦无两遍，好梦无两遍。所以呢，这个老祖大师来讲，苦口的是良药。咱一般来讲讲苦口婆心。到中年龄语，这个自咱细汉听啊，即阵，咱知影什么叫苦破良心，苦破良心，苦破就是长辈。甲咱讲的呢，是因为有根据，因为是过来人，所以古早人真济人讲，食盐比咱食米较济，过桥比行得较远。咱凡夫呢，咱人凡夫哪像人啊人？伊无了领悟到迄种境界、迄种时阵，伊绝对无了了解原来人生真正是一场梦。咱到什么时阵会了解？肯定是我过去细汉到即阵所有的期待，即嘛是安尼尔，同款是一个感觉尔。咱的感觉从来无变。啥都无变，咱若莫做行的时阵，咱毋知影什么时阵，咱是变成什么款，咱真正毋知。咱若做行的时阵会感觉安怎？摕相片来比，20当前，阿那多姿，偌济人欣赏呢？今仔那比来就，这是成熟嘛对，这是老化嘛对，这是无效嘛对。所以，咱的心永远未变，咱到什么时阵会变？看淡这个世间，咱同款每一个人出入入，一种心态，每一工拢永远追求袂到，会袂完的。所以以前有一个老法师，在带到一个江边，逐工坐喺江边内底看迄船啊出入。有一工到底问讲，是啊，你坐遐逐工咧看船出入，你是看着几只？伊讲讲2只，一个是载名，一个载利的，为着名利2项。所以咱逐工看车出入，那是为着名利尔，真正咧佚佗的。所以这个意思讲啥？咱一心在11大行之外。后壁抑阁偌济期待，后壁抑阁偌济理想，后壁抑阁偌济愿望，后壁抑阁偌济担心，这抑阁无够，后壁抑阁偌济道理甲义务，这拢是形成咱无法度放下，形成咱看待一种心态。所以意思上，咱心胸免问着啥。问家己就好，或者见性，其实见性就是问着家己，看家己。
所有代志、所有时阵、所有现象、所有代志、所有现象内底，相都是代志。这个相嘅代志，当时拢有因性地，咱看得出有因随性，看得水有因性，看人有人的性。所以人生100，形形色色。一山一山色，一人一性格。咱什么时候你看了解家己性？异性生活，性是呢，性为咱的性来，性为咱的执着来，性为咱的看法，性为咱的认为来，性为咱的感受来。所以大师讲，苦口良心，苦口良心。后边叫咱放下，后边叫咱随缘，后边叫咱卖执着，着。领域一定是重要，意思讲咱歹听话的人，无敢巴结的人，一定是对咱无所求的人，一定是无讲好。为什么？古早人咧讲，巧言令色，非愚人。大部分讲好听话的人，实是大部分呢，对咱呢，拢有用心。所以，一个人对咱无所求的人的时阵，一定对咱袂客什么客气。要生智慧，改过必生智慧。什么叫过？过就是咱对理想的要求，修过执着；对咱希望的要求，修过认真。改过什么人敢讲咱过失？什么人讲咱过分？所以咱古早人只讲，咱爱家己爱讲哦，家己爱自觉。坑人的人讲来是敢叫冤受尔，咱绝对袂承认。纵然对，咱嘛袂承认。为什么敢讲较歹听？所以难。所以咱咧讲个长寿，咱一讲咧长岁寿。其实是若要长岁寿，就是长感受。希望咱的感受可能要较久诶。意思讲，咱食苦啊无够惊，所以改过才会当成就。意思讲，咱即马所有诶追求内底，咱一个期待内底，咱所有需要内底，一定有咱真正偏差诶所在，方式毋对所在。咱即马诶需要是含以前捌代志伊需要到即阵拢无同，共款拢无变。都差得啥大梦，但是咱会记时也运也命呀。到这个时阵，咱一个老大人，抑阁含囡仔要走运动咧，人囡仔是当作运动，咱老大人为什么咱袂命？差下侪，所以时阵无共，所以有时候一句讲，咱家己要有自知之明，护断心内灰尘。人若讲咱毋是诶时阵，或者讲咱错毋好诶时阵，或讲咱介者不如法诶时阵，咱家己为着面子，硬死变到底，一定要坚持到底，讲无即个代志。安尼咱心即个现有，咱无得得到超越家己即马以前诶个性。意思讲，咱无可能行入圣贤。无显灵，也无显俗。安尼意思讲，咱连这个现义呢，那讲起来讲，讲一个善，清善的善。意思讲，咱要去放袂下，永远呢要得到清明，这是无可能。要清善是不可能。所以后壁教咱做日用常行饶益。日常生活中含人来客气，人来做什么款代志的时阵，爱多互人方便，多互人好处，多互人欢喜，心多会有事情。即马咱为这个安心会开始讲第一遍的那个达摩大师的血脉论。
思想观。当我导师在书内里面就讲到有一段讲哦，讲上经念佛持戒布施，乃是做一切好事，这是受人天福报。布施呢得财富，念经得聪明，要记性，什么叫记性？咱拄则讲自知之明。咱经常咧行路时，咱要注意咱的影有对无？咱一般来讲有影有只。咱咧讲话的时，咱要注意咱的口气安怎无？我经常人真侪人讲，我怎么食饭我足紧？奇怪呐！大家你食饭的时候，我都奇怪，迄个事情都我袂记啊。人也一碗不食，食的时候我就一碗已经食完啦。这就是性。所以行道什么行道？行道就是时时刻刻会当看，咱每一个人要追求时，就是讲，伊是敢若目前的如意尔，伊是敢目前的这个福报尔。咱即马所追求的上重啊，除了即马有健康、慧寿、财富、名利的拥有这个世间法以外，上重啊，你内心为这个时阵彻底会当达到无跨来境界，无担心起来境界。所以大家看福报袂歹，这个担心跨来有无？这就是功夫啊！咱要爱就是这。即摆时大项拢有啊，逐项个算袂歹，但是担心看来有。孔子讲，人无言义，必有尽忧。如果咱跟这个主题之论，咱还有严厉尽忧时阵，还有得失心，还有得失，安尼就是这咱今仔来遮听经论法，咱今仔咧修行上经要爱就是这。为什么咱对着讲上经念佛持戒，若敢求如意跟福报心，会得得着，但是担心你若无注意，我是要放下担心看来，安尼对担心看来这点呢无帮助。咱平常时无啥物布施，也无啥物修行，也无啥物功课，但是真注意咱家己是毋是有担心看来。会记，咱虽然有念，咱有读经，咱有创好事，但是爱记，若想着担心看来时，爱彻底放下，安怎放下？莫去想伊。想到啥物时阵，每一遍想着是莫想，毋免去用什么方法，毋免用什么看来，毋免用什么方式消灾解厄。你只要想着担心看来，我就家己出去好。今仔日若是真正是我命该受这个苦，该受这个业，我认啊。咱我就做到这种境界，纵然有天大落来灾难患难，完全会撇掉。这个一般人无得相信。为什么？大师人讲，行道会有事情，行道事情上经念佛持戒，这是怎样？这叫做功课，叫做方便行，叫做前导。这就譬如那个做生意做头的感觉。你有一流的功夫技术，但是呢，时要运也命，你若无好势呢，无一定你占着天时，你就做生意，未必然。我也捌做技术，因为我也捌10多年啊，为咱改起，安尼少年做事做得真好，到这10多年来先，就是福运不至的时阵。无到最后呢，人伊去摆厝，人你卖拢卖2000万，伊干那光卖心了2000万，为了生意做行袂起来，结果呢，卖互人的时阵，那伊搬去量计了一条街，共款生意本身是熟悉的人甲捧场，但是伊一定店卖人的时阵，人的生意做个共款一间店面，共款一个所在，换人的心门庭若市。和地理关系无关系，是确实这么难看，是什么关系？福报关系。所以咱们了解方式，
一切好福唯心所做。咱一个人的福甲好，向修行效果，咱会去关心如意发财，这个效果必然应该得的，会记得这是必然应该得的，而且呢，不是咱希望要得的。咱修行上重要爱的啥？叫做离苦得乐，逍遥自在。如果咱去向人间福报有发财、有名的人、有地位的时，安尼变成咱要得如意发财的时，安尼就袂记得讲要离苦得乐、逍遥自在的重要。有到大师在后边有讲过，伊往生70年的时阵，有两个菩萨会实现来接伊的法。一个是出家马祖道义和尚，一个是庞居士在家。马祖道义和尚伊讲一个讲来讲，就是刚刚我电视讲坐到啦，坐这个启动的时，到底要千万，伊即摆较硬的时，只较硬的，伊讲你看我这个只脚有幸福脚哦，大家到底健康，有行。即摆等下个倒脚压起来，因马祖道义哦，你看我倒脚有成马脚无？到底会点啊？这个表示人自在。你讲哦，这个到底学咱这个正脚讲是有生活脚，伊就欢喜；这边倒脚起来讲成马脚的时候，伊就烦恼，伊无种感觉。这庞居士呢，更较厉害，伊原来一个富贵人家。伊一天，伊安尼将所有财产一笔一存来底，放在存来底咧，一天爱甲伊存拍破，来讲内底互定咧。怎样来讲？哎呀，迄无差迄个金银财宝摕布施做好事，毋正重要，更较好。伊讲好事等于无事，安尼财产规个去点这个工定掉的时阵，伊将厝也安那生活呢？去饲啊呢，变那草鞋，卖草鞋，一工草鞋当赚偌济钱，这是代表啥？代表伊的自在，伊的逍遥。所以咱即摆咧讲经的时候，即摆有个人在座听，安尼听，也有个人网络听。咱即摆迄个，逐个月去高雄华这位寺。伊即摆讲后个月开始呢，一年一遍的签约啊，都到期啊。我甲郑老师讲，伊即摆咱这个方法呢，拢是你负责，我毋免烦恼，因为我早已是好，用书你准备好啊，有啥物人好吃？你讲吼，这好吃是一天比海角，有人好吃，咱就继续做；无人好吃，咱就休困。安尼有足自在。所以什么代志要紧，一定爱安做。但是不一定咱有人好吃起来，但是咱逐工讲经每一礼拜可咱听继续进行，有像这边开钱，而且上好啊，安尼网络都有啊。所以心多什么心多，咱每一工会当过着自然而然的生活，老老实实会记哩，无得失好歹担心。我对个特别强调，咱若有啥款灾难的时，会记住方法，上好机会，上敏感的，了凡四训来讲，无私无利中感觉。为什么？咱有担心的时，咱有灾难的时，迄内心对咱的压力，你看我要紧，咱是尻川咧烧火同款。这种遐要紧的时阵，你要我就当作无代志。纵然有生着，你佫当作无要紧，然后莫想，莫吵落。你有这种变数，种欺骗，无啥物人来解答你。完成这个是要拖咱落水尔，尤其是如意的时阵。
西林寺纪要，十方禅业大德，护持电视弘法，以使佛法常住，法轮常转。若蒙捐款，敬请电汇远丰银行嘉义分行，账号016-018-700-00165，户名西林寺，联络电话0934-277-691，阿弥陀佛。罪孽和善，念佛一句福正无量，香火供养生来庄严，强横如佛业障消除，我心欢乐中如来，清净功德中远去，作真生命中，用心如来心众生无缘是缘故，烦恼无缘是缘多，大梦明亮是缘觉，莫道无水是缘觉。罪孽和善，念佛一句福正无量，香火供养生来庄严，强横如佛业障消除，我今欢乐中如来，清净功德中远去，作真生命中，用真如来心圣人求心不求佛，凡人求佛不求心。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物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其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
面这个结款，甲这个假意就是应自实行安尼。谈我讲出来迄段有一个法的次数进修，迄叫做渐次修，是有法有修。但是当你已经觉醒啊，你就知影讲本来无地无德，无法可修，唔免修。不过叫咱是凡夫凡夫一定爱修。照37道品修，照四圣谛八正道来修。差不多迄段是计讲安尼所以唔甲讲着三解脱门、三宝四谛，这个声闻道要闻嘛那么这下面这段叫做结款，安怎结款呢？伊讲应自实行，所以佛陀讲叫一声敲摄，如是敲摄，逆定东摄实行三文法，莫为名义所坏，比如贫穷贱人。家富贵名，武以温和，清楚明故了世尊如是敲摄，但明三文婆罗门，而无三文婆罗门是功德行，亦如贫穷为名所坏安尼。那么这内容咱来甲看一下佛陀开示三文的善学甲不善学，这个学就对。善学讲教。有照起工甲无照起工要修行的人，安尼叫做善学不善学。这修行人，有的人是真认真、真用功、真实际，但是有的人呢，真正会使讲，真歹甲伊教安尼，真歹甲教伊实在是有那是作恶多端。即摆报来时阵，还佫较严重。当然呢，这个意思是希望出家弟子。会当实行的这个三文为规范安尼，出家弟子因为出家的弟子是个领导在家的在家长嘛，所以出家弟子若是会落实修行，迄个叫做实行的三文。照头前讲的还有安尼作为众生的这个规则模范安，规范的规则模范所以呢，较伫这个所在，搁再一个结款，结就是讲啥呢？结论坑。搁再一考出来，如来先劝大众学习着这个个实行的三文安尼。如来先劝大家，因为佛陀有认定咱在家的优波是优波仪若是有乞丐，佛陀就该认定是佛弟子就是出家无要乞丐，佛陀嘛无该认定是佛弟子，所以拢总平等。知影所以今日重要是安尼啦这个学习实行的三文较对啦实行的三文，所以亲像上面所讲的安尼，就是迄个实行三文的这个法义。所以敲摄伊讲佛陀讲敲摄，你应当爱学迄个学习迄个实行的三文法，就是头前讲的，谈不讲的迄啦这个有关三解脱门啦、三宝啦、四圣谛啦，这内容那么切莫为前三类的名字避 Q 安尼，前三类名字是去指啥物？就是去指迄个幸福的三文，安听迄个假三文就对，幸福三文以及啥威仪起功的三文。幸福三文就是第214页里，千万唔通学迄种。这个个威仪起功的三文就是316页，216页。甲这个贪求名文三文是第218页，千万唔通学这款，这拢是虚伪啦，虚伪为着名文利用的三文安尼。这个是个说明安尼所以唔通学迄三字的秘诀，也就是讲有名无实的秘诀啦。有的人就讲伊就出家人啦，就穿衫裤穿甲安尼服装水水啦，修改有个修啦，就是虚假啦，伊为着某一种的目的啦。所以讲唔通受到这虚假的比丘所害。那么佛陀较个举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比喻出来，就即摆要讲的这个，伊讲假设，比如一个真贫穷个真卑贱的人伊冒充是富贵的名称安尼，本来伊都无，就是世界骗讲伊真有安尼袂使这叫做啥？这叫做啥？
就是安怎呢？要互人对娱乐啊，对于赞叹，其实伊是无。咱像这书内底有一篇安尼啦有一个人，伊带两个某，伊天安尼跪一下，就出去外口安啉水转来安尼，啉水转来咧。但是这个第二某有一个问讲，你到底是伊对啉干呢？因为我叫好野人请安尼，因为你看结拜这个好野人，想到唔捌一个好野人来到厝里找你。因为你讲到有影啦，我就叫好野人请安尼。是你才一个处理啊，怎么伊这个第二某这个得较对，一直稍在找王阿婆，王阿婆人去拜者，还猪肉啥，伊较感觉共分猪肉，较分来酒来啉，啉到水转来，搁再共品，搁再甲伊某品，比如讲伊就是去好野人请呢。这个太太就气来啊！讲你这无路用人，你去王阿婆共讨猪肉甲讨酒啉呢，伊家己都歹势。安知这有真济人事实是无，就偏离进前安怎即安怎是啥物回安尼？这是个比如安尼，贫穷个必先呢，无抢富贵的名声安尼，安尼有啥物路用？这是个讲安尼所以伊即佛陀讲，即个你的意见，那这种的这类贫贱的人敢会使叫做富贵的？伊的属性，伊的贫贱，但是伊无想讲伊富贵，那么这个伊实质是贫贱，当然袂使叫做富贵的人所以佛陀较去讲安尼，讲亲像前三类的出家人就是迄个幸福沙文、威仪气功沙文、甲贪求名分的沙文，这三种的沙文这三类出家人，名叫做沙文安尼。虽然伊的名称叫做出家人，也是叫做婆罗门。因为这个婆罗门是安尼啦，婆罗门的意义是清净行的意思所以佛陀有那是以前正出家修行的，叫做婆罗门但是这个不是指一般的婆罗门教的婆罗门啦因为这个名相伊甲因过来安尼尔，佛陀甲因过来那么这个不过呢，这种虚假的沙文无沙文婆罗门的这个真实功德。无去照起工就对啦，这意思就是讲无去照起工。这个若要甲讲真现实幸福的沙文真济，就是讲啥？这个衫裤穿出家衫，事实是无去修行，这目前是足济这种人安尼。所以这句话较讲实在是无迄个个学会的真实功德，都要亲近迄个贫穷的人，互迄个命甲危害。可以讲，伊家己自称是修，自称是好野人咧，事实是贫穷下贱。但是这句话是去讲安怎？比如讲，你今仔日徛在佛法的立场，你是做一个出家人，你穿是出家衫，伫僧团内底哩，安尼讲呢，照合解你就爱有真实修行较对。但是你穿出家衫，无要实在修行，我亲像说的贫穷的人。模仿这个个有钱人安尼，所以今日去注意，我不是叫大家讲这个衫穿的出家人的衫穿是代表佛地主，那么咱注意，若是手指刮的皈依，受过五戒嘛是代表佛地主总是袂使伫社会搁他飞飞闪做一下，就无对所以无论在家，无论是出家，既然有这个因缘，入来到这个佛道的这门下呢，绝对唔通甲佛道败害到这个名声安尼，绝对袂使安尼做。那安尼呢，现内底去讲如宾人为名所累嘛。即摆足侪人是三宝伫个十男咧，男是三宝内底，当然伊嘛是有去做义工啦，做啥物货啦。但事实伊有内心得到真有法宝的功德有无？这点要考虑伊有实在去修行无？若无呢，最好是莫讲伊就是迄个个佛地主，莫讲，安尼变得老会歹势。搁再有的人呢，我即摆讲一个较短啦，一寡富人人去菜市去买物件，有够交饼，我计讲是三宝地主。
因为有人有哪有咧甲董事啊，你这小提醒一下，我伫市场不时就看到迄种挂手书啊，但是我是毋捌你啦，啊，就含人感觉去学啦，带去出价啦，带去通啥话。这在高雄，遐就有人去讲甲提醒，三不五时就有一半仔咧甲讲，我因为市场恁拢有看到这个，安尼你看会闹亏的袂？恁家己想，想看卖啊？无对啊，嘛有人讲挂手指伫迄个市场去含人相向的呢。哦，这个有够落啊，哈，啊听无？不可以这样子啊！哦，因为咱来做人体的模范的啊。所以这内底唔较讲安尼，俗语叫讲真贫好贵啦，家富难当啦。赚到3万那要紧，咱省了有骨气就好啊嘛，听无？我省了有骨气，你知影吼？所以我甲诸位讲一下吼，万一若是真正若袂当过，迄不得已甲讲，若无爱刻苦来咯，唔通要接受人救济哈，这点注意一下，莫接受人救济，就是伊公家会要刻偌济互你，咱省了有骨气。我讲就听有，啊，毋免伫世间去诉苦，诉苦毋通讲去甲你来生嘛，讲你偌艰苦、偌贫穷，恁翁偌无路用，讲你要创啥？电脑互看衰呢，算是安尼？你应该知即句话嘛？生门的中间绝对袂使斗家己的翁、家己的太太生做安怎袂使，嘛袂使等于甲做翁婿，嘛袂使等于甲老爸老母斗恁某偌歹呢？你斗要创啥？电脑恁太太嘛等于。含恁大家官记着，变做互恁大家官看无起。你敢知这个道理？敢捌？捌无？太太嘛袂使等于甲家己爸母就讲恁翁家安怎呢？变做互恁爸母伤心，佮恁爸母若是这个囝婿当然变做看无起，变做甲臭头家甲念东念西，当然换到恁翁甲你变面，会袂啊？你家己想，我讲安尼敢对？会啊，会变面啊！因为有心念咧过头去啊，过头一直要发挥就发袂起来，对面对顶嘛就唔敢发挥，等下就发挥对你来啊嘛，拍啦、讲啦、推啦，还是加老亏的。所以即摆即句话是安尼，咱善善咧有骨气，啊附带甲大家讲的，因为咱去修行啊嘛，譬如讲恁翁就去修行，啊你搁在恁翁有一点仔小毛病。因为毕竟啊，个毋是圣人的嘛，啊个凡夫，你个等于甲恁老母讲恁翁安怎，等于互恁丈妈、互恁爸母看到这个囝婿无起，或者你要度伊，真要歹度，所以你毋知会活会袂，我是毋知影啦吼。安怎的生活？伫什么环境讲什么话？什么话会使讲，什么话袂使讲，袂使随便接受人救济，会当过就好，不要紧刻苦，迄个苦难真紧就过去啊。安尼了解无？佛弟子活了有骨气就对啦，即句话安尼啦，总共就是安尼啦。啊，毋通一点仔代志吼，伫迄个团体、工程啦，种公司恁干忙点仔争取来争取去，不必要这样做。毋免安尼哈，即点要注意一下。所以有的人是经济已经艰困不堪，但是又有因阿公，做什么因阿公遗风，譬如讲伊的公。迄个时代就真有，啊真好过，但是来到伊即个第三代啊，就已经无去啊，没落、衰微落啊。但是毋过伊呢，毋愿意接受环境，伫衫裤啦、饮食啦、交际啦，还是讲捐款内底面有那个冲迄个富贵的安尼。我若讲较早就出偌济，我叫那个就要甲出偌济，其实你就已经无半线啊。你人计人老啊，你搁要共出偌济？吼，啊，较来到尾吼，愈来愈困难，无法节制，安尼较彻底来破产安尼，毋免安尼，因为足侪人吼，面扭袂落来去，听有吼，阿公真有，老爸真有，教咱的手已经无啊，吼，坐只山坑嘛吼，已经无，你毋免着去打肿拉连冲胖子安尼，咁有即句话吼，家己洗洗安尼剪起来，甲讲我是大箍的。即个是去讲安尼啦，毋免安尼，无就无嘛，对不对？有就有，无就无。即个是去讲安尼哦。所以即个就是啥寿命所怀的出家人。像咱讲出家人，就是你本身一定要注重真实的这个道德啦，毋通虚假。吼，就是头前迄个叫做幸福沙文，穿是出家衫咧，但是是本身无半点德行安尼，安尼袂杀心，是。
讲正有诶，在个就是人我已经菩萨界啊呢，吼啊我已经五界啊，事实一点仔解决都无，你知影无？迄六万界不是烦啦，甲讲袂听啦，你是菩萨界要讲啊？你有注意无？你有注意这点无？五界都五界啊啦，有是别个道着五界啊咧，我唔通我是五界，我来去杀生，有啥物路用？我来去妄语。乱七八糟啊！去啉酒也有啊！讲我五界，你是根本咧害死人！你用你做五界，别个人五界拢是含你相像，点个佛法都败咧去啊！你五界要创啥？唐周三弥勒菩萨地边，举办慈善花花经以及拜忏，日期12月17，并在全国各邦馆。时间上午8点半至下午6点，联络电话02-8951-0971，8951-0971，03-535-5326，03-535-5326，03-535-5326，06-223-4622，06-223-4699，06-223-4699，参加者请事先报名。唐周三弥勒菩萨道场，无空法师传授八关斋戒，日期12月24。地点向上国中，地址台中市李春路1段389号，联络电话03-535-2276，03-535-2278，03-535-2278，日期时间上午8点以前没有准会。我唔通我菩萨界呢？菩萨界你是安怎会今仔搁去杀生，搁去食鱼食肉？人阮师父讲不要紧，讲三净嘛不要紧，迄拢我无看到的。注意，敢是安尼？迄道理唔捌，所以出家师唔捌，这个受戒的人也唔捌，安尼凊彩乱七八糟，这个败害佛道的文风。咱听吼，这个袂使一咯。所以无沙文甲婆罗门的真实功德，绝对袂使接。搁安尼，圣贤经一样受人信息哦，伊搁当作伊是一个圣贤经，搁受信众来甲伊布施，安尼袂使接。搁受信众来尊敬礼拜，安尼呢是虚名所坏，所以家世下会失去人心啦。伊虽然有出家穿家世哦，但是伊将来一定对了。这个问题我甲咱讲一个典故吼，有一间佛寺，一个住持吼，有一天去食饭的中间，伊在徒弟讲，师父将来爱落地狱安尼。伊在徒弟听着话人讲，讲师父你这么有修，你哪会落地狱？伊讲就是无落地狱袂使，因为恁这徒弟不就教，我无来地狱救恁，看什么人要救恁？听好无？现在徒弟来讲歹势，因为徒弟迄个经传来对迄师兄弟吼，大家安尼乱不是袂好，迄条好经拢无。所以讲因师讲我将来无过来袂使做，无来地狱袂使。但是我甲自提醒下，即句话毋是随便讲的哦。你毋通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哦？恁若过来落地狱是加互麻烦的哦。我讲恁听有无？咱着搁来甲恁带咧，来甲恁救咧，搁互地藏王菩萨加麻烦。因为即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菩萨道呢，菩萨的高水准啊！你毋通讲明现在讲我若无落地狱，啥物人要落地狱？恁落地狱要怎啊？落就个人要甲你救起来呢。迄句话现实哦，真侪人不是去讲啊，听有无？真侪人不是去讲即句话啊，迄实是乱七八糟，毋知影法，凊彩讲安尼袂使哈。所以这段的话啦吼，这段话就讲唔通做外表啦，无实在一只内德，安尼袂使这啦吼。这句话是去讲安尼。来下面这段啦哈，伊搁再比
比如这个假字就讲木持道文安尼，然后人哋讲伊是道文安尼，无一定讲你道文你都有实质咯，即么即句要注意哈。即么即咱共同鼓励啦哈，共同鼓励。比如有人漂泊大水，缺乏字数，如是牵涉有诸沙文道托上经，而不能只贪为痴缺。发水漂泊，烦恼较死，对诸恶道。比如药师持药弄行，而自身病不能了治。道文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虽有道文，不治烦恼，不能自理。比如有人服王贵药，不能将息，为药所害。道文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正好发药不能修仙，自害费根。假设如是，摩尼宝珠对不正中，不可服着。如是道文贪得利用，便不服能利益天人。比如诗人夺金用乐，道文破解必求，被获法医，受他供养，亦复如是。如中假主监督妖格，正主西益，多切简单，独心独意，头着花蔓，中外并称，如是开设道文世界，被获法理，受他供养，亦复如是安尼。这个佫有几项的比喻啦，咱大家鼓励哈，大家共同勉励，卖落在这个虚假内底。但伫虚假内底人呢，对咱本身来讲也无路用，听这也是无路用。就是今仔日我若是虚假，我佫看这个册也无路用，佫讲这个互恁听也无路用。因为内心无得到事实，而这种情形安尼也无对。所以这个就是讲头前迄三类三文中的第一类，那么这个就唔免讲啦。第一类就是啥呢？头前皆讲的迄个幸福三文迄个。气功沙文迄几类哦，即么即个是叫讲持戒苦行偷盗毒诛，即个我们是叫讲，伊讲了真济去啊，因为头前有叫讲持戒啦、修苦行啦、修偷盗行，但是伊外表就安尼去修，可是伊并无实在内在的一个理德，安尼无路用，即个是唯有理名而合教的道文批的，伊是为着啥来学？即么即个讲，伊是为着名，为着理。来学经法，来教众生修行，而这个道文必求哦。伊的目的是为着啥？为着名甲利，的道文必求，所以上面呢，个批评无够啦，这个所在批评较细，个指责了较严重，安尼这段评责就讲批评甲指责不多，因为伊知这个。后末是有遮尔细的这种歹问题伫咧啦哈，所以呢，这个所在专用道文的假名必求啦，假名必求，所以劝告大家呢，唔通以为道文当作依词啦，唔通讲你今仔日有个道文按照对啊，唔是安尼，你道文经教内底你若无实修你道文要创啥？这个道文唔是叫讲注意尔，就讲阮今仔出家人看经典话是叫做道文嘛，看经典道文咯。所以今仔日道文到底道文为着什么要道文？要听经文还是为着什么？这么就讲，所以这个所在专用道文的假名必求，所以劝大家呢，唔通以道文当作之依词。那么如来他个举一连串的比喻出来。来说明就是我道文无实际的意思是到底啥物，所以他讲，比如有人啦漂不就讲，伊伫这个水面底下漂来漂去，唔过呢，伊唔知讲伫水面，这个所在就是水，所以叫水打死安尼，安尼有颠倒错乱无？伊伫水面呢，去伫水面叫水打死咧。咁有这道理，但是伊个比如这个就是有另外种法律，伊讲这个是真公的人，伊讲有一种沙文咯，修行人啦，种沙文，伊不是特别读经典啊咧，今日你上地藏经、明仔载上金刚经、心经，就咩叫普文品大地球啥物安一大堆上个一大堆啊咧，这是讲安尼啦，药师经啊，唐上。
但是呢，伊有同一切法义哦，读啊读，因为食读就捌嘛吼，知影无？食读就捌咧，伊那知一切法义，但是佛的经典是要叫咱离烦恼的哈，注意这句话哦。所以我头先有讲过，你若无断烦恼吼，你今日无可能解脱。迄个烦恼就无明嘛，所以无明若断生死甲老死就断啦。吼，这就有甲咱讲过。所以佛的经法是爱咱离烦恼，但是上面所讲这道门秘诀，伊虽然精通读一切经哦，但是伊袂当指家己的这个贪畏痴渴啊，贪就是讲贪欲，甲嗔恚愚痴，就是这个贪嗔痴的这个问题，敢断袂去，因为这三项啊，就是心的无明嘛，了解无？改袂过就对了，改袂过。伊是知影通好改哦，应该爱改，但伊本身改袂过。吼，贪欲也是伫咧，嗔恚也是伫咧，啊，愚痴无明原来伫咧，就是讲这个壳，就讲喙焦，这个伊袂当断。吼，这个就是讲，虽然伊经过这个教法最终的漂泊，它阁是算自然的贪烦恼所分别。因为自然就讲伊贪嗔痴，而且烦恼无明真旺盛的意思，真旺盛，像火真炎安尼哈，真自然生较真炎，哦，所以伊袂当得到发水的滋润，所搞到说喙焦是安尼，这实在是真无下理哈，真无下理哦。伫佛法中，伫深入经中体会道门的人，啊，佮不断的贪嗔痴，吼。安尼到尾他因为贪嗔痴来对了，安尼有什么路用？哦，这意思就是讲安尼哦，所以讲漂泊了。所以因为烦恼自然道本所无用处，哦，啊，所以死去了，对着伫这个诸恶道中安尼，对着诸恶道就讲对着地甲恶鬼甲畜生，因为这个贪心恶鬼道嘛，愚痴畜生道，嗔恚地狱道，所以伊这三项拢无断。虽然天天在上经啦。但是伊都袂当净化心地啦，安尼袂当除掉无明，哦，这个是给讲安尼哈，所以咱来小心注意哦。那么第二就讲，比如有时就讲医生的意思，比如医生啦哈，伊经常拢摕着迄个药笼是讲较早吼，拢歹咧迄款的啦。有无一世纪嘅行医吼，啊无一个底下就关咧，迄种的啦。啊，即马是较无人安尼，毋过有一段时间是拢加药包啊，到现30几年就拢加药包啊嘛吼，迄款的情形。啊，一世纪就个行医，但是伊会当随时甲人治病哦，会当甲人治病，毋过呢，伊家己的病煞袂晓了治，安听吼，伊家己本身有病，伊煞袂晓医咧。啊，但是会晓人医病，这个就意思是讲，说好者会当救度众生，但是伊家己贪嗔痴烦恼好，家己袂当断除，这意思是有安尼讲，听有无？有啊，有先头讲啊，但是伊本身有德行无，伊个无咧。那么这在街上有是安怎咧？伊本身戒行无守哦，连皈依嘛无哦，但是伊个会当讲互来人听哦，讲了那真对当哦。听有无？但我敢问讲你有皈依未？我无啊。什么人有够资格甲皈依好啊？佮扩过5万只大，安怎吼？迄个三宝过程，佮必定爱皈依的咧。伊佮讲一句话安尼，伊讲伊要直接含啥？含迄个个释迦牟尼佛通咧。哦，我实是听到做路安尼。迄边甲讲嘛袂晓讲咧，因为5万只重啊，5万只重。所以这内底伊讲自身的病袂当医治，这个是真可笑啦。听吼，不过是安尼，就作者医学教师吼，看种心理癌症人啦，有无？这恁新闻捌看到吧？安了解无？嘛是有啊。所以即马是讲道门的本身烦恼、无明、白执啦，这个叫做烦恼病哈。所以有那是同样，同样可笑啦。虽然有佛法道门啊，但是经常甲人讲经说法。但是伊本身袂当止掉家己的烦恼，袂当依佛法得到自利，所以这个唔敢讲一句讲，你若无自度吼，你无可能真然去度众生。
那么迄个主都是断除烦恼嘛，有无？四方世观有这句话有无？众生无本是世观都这对哦，烦恼无尽世观断咯，安尼较对哦。所以这个较会当自度度他。但今仔日文法是伫要断烦恼，毋是讲，毋是讲我研究一寡经典，我要来教人哦。你爱先家己教好哦，这点要注意哈，先家己学好。所以我毋较讲注意，你若要度你一家口的人吼，度你的朋友、社会人士，和你相关的人，你先自度起来。安尼较袂本身无道，来危害着个人的人格、道德，搁再要度人，要点要歹度安尼袂使真吼，这点要先注意哈。那么第三段，比如有人食着国王所赐的名贵药品，但是理论上是应该病爱好起来，但这句是无啥通啦吼。毋是国王食药，你着食着国王食好，你食着好啦。安听吼，这因迄个病情虽然甲黄是相像吼，毋过个人的体质佫无共，分量嘛袂当相像，这句是无啥通。袂解通啦，但是安尼比如是讲高贵药，国王食高贵药，让伊病会好。即个国王迄个高贵药，互你食，换到你的病袂好，即个是咧讲安尼。防着即个名药袂当将调用食，用调食，食就是讲互伊好起来意思。所以即个是饮食甲药力，拢总不如法。所以药力拄含药力相反啦，结果呢不但无益，反而为药所害，病势增加严重。但这个话咱就要讲一个真的啦吼，因为这个高贵药毋是一定治病啦，因为这个或者袂使食高贵药，敢是安尼？感冒敢袂使食高咧？袂使吼，感冒爱下血嘛吼。所以这个无一定讲国王中方是去保养的药咱今起来食感冒就好啦。咱就讲它这灵力菌吼，这典故你毋知毋知？这较种送掉的是，迄个国母吼，国母病真重，但是一个国医拢甲当作啥呢？拢甲当作是老人的这款身体虚弱安尼，拢直直甲用高贵药来补，愈补所愈严重安尼。有一讲灵力菌因为伊身躯上元嘛吼。知影讲国母要破病，毋过经过什么医生甲诊断治疗，灵力菌有哪知影？所以伊即马甲看迄个脉根本没无去啊，就是叫缩掉咧安尼。缩掉咧呢，这灵力菌准开一贴灵药互，迄个皇帝看着就惊讲，在国医的我当伊拢用高贵药，你去用这个下药，尼伊即马毋敢好食。即马准皇帝准误会明帝君是咧害死国母安尼，即马明帝君准害立宗，讲即粒药食咧，国母若死，我安怎互你斩头安尼。那么迄皇帝较相信真正真好食，食咧到底呢，迄个国母经过2点钟，迄个药气一个去行，所有这火气拢熄了，先好起来。但是皇帝未信，无信心的进前准摕来国医看。讲这粒药是某一个身躯上完开的，伊讲安尼是要害死国母的。但是呢，伊较准伫遐立宗嘛，立宗到尾阵就单灌我食，内底火气总熄了较好去啊。所以这个医治这个医本来爱有相当的一个水准。明帝君是一个身躯上完呢，伊应该要甲讲医学有学无学，咱是毋知影。但是伊敢安尼做有相当的把握。所以即摆即句话要甲咱做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要甲因咧安尼？伊讲今仔日本身你食着高贵药的人，合解迄个会适应家己。高贵药就是指啥指佛团嘛？合解断无病，你天天伫上经的人，合解这个佛团你要精通，精通了爱家己治自身的病，因为即粒药佛陀所开的这药。四圣体12缘起8正道37道品，这种高贵，而且会当治咱生死烦恼病。那今仔日你这药方拢会当精通，等于就是佛陀一粒药方互咱食。你食这你家己本身佫袂当适应，安尼无病。有食无食是毋知影，我要讲众生咱自有食无食，我是毋知影。
但是总是袂使讲因为其他药食咧含你都无效，安尼袂使去啦。吼，所以这病势佫真较严重。你天天在道门读经的人，较烦恼病，应该是食这个素体元气，把正道在治疗药品来食应该会对啊。吼，但是你今仔日搁再无好药袂当依法去修行啊，那安尼道门正中命理，那么颠倒害家己啊，损害家己的慧根。从中山努力菩萨道场，为看法师传授八关讲教，历经1月7次，代表新北高工地址新北市同社区合府路1段241号，电话02-891-0971 891-0971 891-0975 891-0975，预定时间上午8点以前来入会。黄竹山努力菩萨道场举办慈善活动以及拜忏，历经1月14日，代表中国国讲堂，时间上午8点半至下午5点。电话02-891-0971 891-0971 03-535-5326 535-5326控诉23-0276 23-0276 06-283-4405 283-4405 07-323-4299 323-4299，参加者请事先报名。朱坤医师主讲感情历经，时间8月暗时7点，代表当地努力讲堂，电话02-891-0971 891-0971。欢迎三多地址讨论计划，增加团体经济，努力政府。今仔日有人是安尼啦吼，有经叫佛经，但是伊照佛经去讲经，但是伊个卖药啊。有无？恁家己看第4代内底有无过来的吗？伊个照佛经会讲互听，但是伊个讲上命，这种来必死的嘛，必定死的嘛。吼，因为伊照佛经讲经，伊会照佛经做功夫，啊来个卖药啊来个用上命嘛，较像药那捌护理，啊捌命理，啊捌神道安尼。但交代一点啊，今仔日的这个末后时阵，像这种3个人，完全照佛经来个共趁钱，这嘛是差不多这类的种情形。吼，咱这人处理法事的代志嘛，处理死人的工课嘛，上一贯经就关于这嘛，这嘛是应该死啊。伊出袂胡乱嘛，已经到内底做命理的功夫啊，所以这个是叫说明安尼哈。安尼这个你甲看上来是真危险啦，使用的人真危险哈。佛道还是要互咱度众生的嘛，那是要互你去争取命理。今麦来下面哈，第4段，比如摩尼宝珠，本来是极清净、极神妙哦。因为这个摩尼宝珠吼，迄落水人你甲放落就清净去啊。摩尼宝珠的功能是安尼哈，真好。但是呢，伊不信哦，对落伫这个西药内底就说不净，迄个外表不净安尼，外表不净，伊个光就发袂出来，也就是讲无可能搁再做庄严品啊。吼，嘛袂当讲因为带伫迄个医馆内底的迄个管就讲迄个头无啊。这个摩尼宝珠较早是印度人吼，有这个种物件是拢做迄个保管的中这粒珠安尼，中这粒珠。伊即摆来这段，比如讲德文的 BQ 啦吼，应该是难能可贵哦，会讲很难得。因为今仔日这个活动的时阵啊，要讲有人要用功合法的德文 BQ 吼，应该是真少，所以就唔讲很难得安尼。
如果呢，因为伊内心贪着着利用，所以伊利甲命，利命的心来说法。伊多分一样讲经说哦，但是伊的重点是要为着众生，不是为着众生哦，不是为着众生解脱咯，是为着互众生重用，甲名声安尼。所以这个呢，伊袂当利益着天上甲人间啦，听有吼？伊就无可能利益着天上甲人间，因为伊的重要是要金钱甲名声，所以这种的情形呢，袂当利益天人。安尼，这个人啊，都亲像迄个摩尼宝珠草安尼，草，伊内心已经蒙蔽着这个命理，这个是真无正确哈。所以最后也阁有一个比喻啦，从这个正反方面来说明安尼。头前才是咧讲拢总去讲歹的安尼，讲歹的这方面，伊多问，但是袂当犯烦恼，多问，如果伊是为了金钱利用安尼，这个是拢总用歹来说明。但是用正反两面来说，比如死人啦，你甲想看嘛？这种的人就用死人来做比喻啊，这实在有够贴地哈。伊讲草为不堪，草为不堪咧，伊搁再带着金一个荧幕，这个荧幕是在印度是小可有钱人较有去挂啦哈。搁再带金一个荧幕，这个袂当属乎严重，因为伊本身就是死人，死人搁再爱面子。有无？即摆开始有那有人啊就甲挂手指嘛，手指是用假啦敢是安尼？就去甲挂。若是较早有钱人是拢甲挂真诶，真诶毋过人去结官，你知影人去乌蒙嘛，即摆死人搁化妆，死要面子嘛即摆搁有安尼呢，这是去讲，伊身躯就去臭搁甲穿好衫啦，挂金器啦，这是去讲呢。那安尼呢？道门破解必 Q 伊穿着法服，互人重用。安尼伊本身嘛是无清净啊，伊袂当得着自利嘛，袂当利他，有啥物路用？所以我过去都有讲过啊，迄个无德行的这个必 Q 啦去互有德行的在家技术甲重用，这个人爱得罪。在家技术若有德行去重用着无德行的出家众，迄个出家众爱受苦。这头前有讲过嘛？所以这点爱足注意。所以有时阵阮足无爱互恁跪的，安怎无爱？因为恁在家众有的人真有德行，所以恁真谦卑，对三宝五体投地。但是这点注意讲，你的德行有时阵胜过出家必修咧。所以我一味讲恁文信就好，文信合掌就好。因为我无了解我到底恁德行安怎样。但是搁再一个问题讲，应该是让咱卖学卖规礼拜合掌就好，真欢喜，大家笑面相迎就可以所以会记住，我有甲恁讲过，出家人一旦甲是有在家有德行的家强用伊可能眼舌嘴歪，这安尼。所以毋免讲修着就欢喜这个苦恼伫后壁，你毋知影。所以有那注重德行啦以德为尊啦，有出家无出家那以德为尊，了解所以你有成就法乐就无毋对，在家技术无成法乐，可是人嘅德行比出家人较有德行，安尼就要小心。即摆来佛陀搁再一种嘅比喻，譬如讲世家的中家主，什么叫做世家？这部中家主是讲中家是讲有德行的人，而且年纪悬就超过60岁，佮有德行佮富有，这个叫做中家。那么毋过这个世家是讲啥呢？就是讲，譬如讲咱中国就是讲这个公臣之家，还是讲这王侯之家安尼，这个叫做世家。那么世家的囝，就是讲中家的囝，中家的囝就讲有德行的公主安尼。有德行迄个中家的公主，那这个有德行的中家公主，就讲这个公主嘛有德行这意思就是讲安尼伊身家清白，因为伊做得真好咧，伊本身佫有德行，安尼来甲讲但是伊注重伊这个绕啦、整甲、安尼修甲整理水，身躯洗互伊清气，佫再去沐浴安尼，伊身躯佫再嗅一寡简单香安尼，
简单的方式，是咱这个个印度较早个用的这个乌盘啦吼，沉香啦这类的哈，简单香。啊，身躯呢，搁再穿身躯白，搁穿件的衫裤。这个白衣是讲啥？白衣就讲俗家，因为安怎印度是热，所以印度的衫裤大多数拢白色的，安尼叫做白衣。啊，但白衣是个指俗家的意思。所以伊身躯穿这个个穿件的这个白衣，啊头壳搁戴着一个项链，吼，而这个个花瓣就稍微迄个个装饰品。安尼服装穿得真整齐，安尼意思。那安尼中外表里相称，伊内中有德行咧，啊外口佫装甲真庄严，安尼叫做表里。里就是讲有德行，啊外表佫装甲真庄严吼。安尼人见人来，受人尊敬。那么这个有一个比如啥？即个比如啥呢？比如讲，今仔日若是以佛地主来甲讲，咱以佛为地。以佛为咱的主佛，听有无？三界道师嘛吼，啊四圣主佛对不对吼？以佛为咱的主佛，但是咱今仔日就是伊讲是讲咱的祖先形象，啊，不过咱今仔日本身有老德行，就爱安尼哦，因为咱以佛尊的佛法受教了来修行，啊，你服装搁再穿出家衫安尼叫做表里相称哦。安知影吼？这个是个讲呢，所以咱自你若是真正有德行，你讲我就是佛道的弟子，所以你讲不要紧，吼，人会感咱威敬啦。啊，你若是讲你本身就无德行，你讲你是啥呢？你是佛弟子，人会甲咱笑。我佛道哪有这个弟子？注意这点吼，啊，注意这点这个，所以这个叫做表里相称。安尼人见人来，就是有人尊敬哦，人会敬重。所以今仔日唔通无注意咱的品德啦哈，唔通无注意。但是无注意咱个人的品德，我看就麻烦咯，会真麻烦。所以你若是会注意品德，啊，你外上搁庄严，咧服装搁整齐，啊，面上搁再有清净相，吼，啊，你处理了呢，你对任何讲，人你拢真圆满。伫家庭真圆满，伫厝边隔壁真圆满，伫道场内底真圆满，甚至搁这实在去修行啊！安尼毋着逐项拢圆满，啊！你讲我我做佛弟子，所以我无安尼。人讲啊，你是什么款的信仰？啊，我做佛道弟子，哦，安尼来就真，我你讲真伟大咯，听有无？啊，你若是讲无安尼吼，我看你就麻烦啦，莫讲啦哈，回去莫讲哈。你若讲比如讲啦，讲恁祖公、恁阿公也是阿祖吼，地府有面望哦。但是地府人拢知影，你若讲啊，阮阿公，我就是第几代孙啊。啊，恁阿公就较早就安怎？啊，你即摆你的孙啊还遐不良，条倒印无枪毋捌咧，安尼来就废去啊哈！安尼人讲会甲恁阿公、阿嬷、阿祖先啊下批面哦。啊，注意哈，这是一定的哦。搁再讲哦，我讲一句较歹势。若是囡仔互人掠去派出所，吼，啊，你就甲派出所甲点地，讲阮啥物人去做立法委员，人无去甲你信啊，人讲啊，这个立法委员甲出这个孙啊安尼，听吼会安尼想啊？你绝对毋通讲骗啊，你就爱家己歹势啊。所以这句话是讲安尼吼，伊讲道文各有持戒的秘訣哦，迄对内在的美德啊哈。道文各有持戒的秘诀，伊穿这个法服衣来受人重用，安尼这个就有水准啦哈。因为安尼较是心性清净，安尼伊接受不要紧。但是如果伊本身就无得，伊搁来接受人重用，我你讲伊行袂利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中来供养出家师吼，重要就是伊的身上要含三宝结缘。最起码你就要含你结缘结落掉，安怎讲呢？因为在家中有时伊德行较悬，若要比德行拄德行悬的吼，应该是出家中的德行较悬拄悬来甲讲。伊那是希望你将来含你结未来缘真久，互你含你生生世世会当受你牵挂呢。合甲是安，不但受你牵挂，会当搁再含三宝结无量世因缘，到未来解脱。
这一个问题，甚至搁再上解无好，就讲我今日甲这个师傅供养，这个师傅德行真好，我绝对上来受到伊庇荫，这个福的庇荫嘛。你感觉有几种的要件伫内底呢？所以今日你今日要供养一个珍宝吼，就一定是宝，落去供养较有迄个风呢。若是毋是宝落去供养无好，所以这个精将来一个生毛带角落行，就讲安怎落去落落，出世做动物落去耕做行人。你敢知？这道理是安尼哦。所以今仔日你有德行，受到众生供养，安尼来你较接受的落来。若是无德行，受众生供养，你行袂离啊。所以我毋敢讲有捌甲咱国过伫外口，咱若是发落伫外口海伫遐去吐蕃，海最好是卖害伊啦。我讲卖害恁听有无？最好是卖害因。今仔若有德行，毋免出来遐吐蕃，听有无？所以这个是啥呢？假穿去买这个衫，穿落了，出来是安尼感觉较好趁食安尼，是去欺骗众生。所以这个句话是去讲安尼啦吼，因为穿法咯，啊，搁再有实际的界定，吼，心性清净表里一致，这个是人天的福定嘛。所以这个是特别人尊敬安尼，因为伊会互人天正福，所以天人甲供养会当正福。会变好哦，那么人间内底甲供养会当变好，所以这个一连串5种的比喻啦吼，总共是个希望道文的必修，那是个种道文必修啦吼。如果有听过法的人，或者人安尼来讲也好啦吼，伊会当持戒依法修行，依如来正教修行，当然是迄个断除贪嗔痴诸烦恼安尼。那如果会当安尼呢，安尼较成为可敬的实行沙文，但是如果无的话呢，因为头前即句话讲亲像死人啊，戴金当银安尼讲意思，搁再化妆，哦，若是无实际的，是变安尼啦。啊，若有实际呢，就是像迄个名望的世家，有德行的长老，伊的子弟，哦，受化千古千个种做了，出来到家恁大家人见人爱安尼，人见人尊。哦，就讲出家人也好，啊三宝地主也好呢，你一定该好好受戒持戒，啊心心清净安尼，较会当达得人尊敬，若无的话袂达得人尊敬，颠倒迫害着咱世尊的这个名誉。哦，安尼袂使见，所以我伫迄个经典捌讲呢，因为食肉的人吼，互人看到了，人就讲啊，伫对要去对治了，找真正的佛地主，在自称佛地主的人就要食肉，啊，要去什么所在找真正佛地主？吼，迄个我就伫这个北关大家就捌讲过，所以这个总共一句话就讲，咱在三宝地主爱实实在在修行，安尼较对，好，你来尊吼，好。受到广大回响，现在推出第2波送好歌活动，13首经典好歌只送5万。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CD1片。随缘来，出茶当开随缘过。
经典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每一首歌都触动人心，值得您品味收藏。护持账号42274784，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污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洗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诸位同修，诸位同学，少忧少恼少病，安乐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第221页，最后一行，从中间看起。问曰：凡夫智浅，惑障畜生，若逢解行不同人，多以经论来相访难，正云：一切罪障凡夫，不得往生者，云何对治以难，成就细心，决定直进，不生退却也。这是如果呢遇到了这些别解别行、意见易学的这些人也就是跟我们学不同法门的人，我们遇到这些人呢，我们应当如何来对应？那么善导大师在此地以问答的方式来为我们破除疑惑，决定细心。像这样的问题呢，确实一直到今天呢，我们都很有可能遇得到。由此可知，这个问题由来久矣不但是善导大师那个时候有这个问题存在，
就是世尊当在世有这些疑难的人也不在少数，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问曰：凡夫智慧浅，迷惑业障深重。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智慧不开，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不但这个能力没有实在说连一般的这个得失利害，我们呢都没有能力辨别那么如果遇到这些解行不同的人，解就是见解，行是修行。譬如你遇到修禅的或是学教的，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教人家老实念佛，细念弥陀名号功德，求生净土。细念弥陀名号功德，生信切愿，念念求生，就能成就。他们这些人呢有的听得摇头不承认，他可能也说出一些道理，也是引经据典，多引经论来相仿，仿就是妨碍难就是问难用一些经论来跟你辩论甚至反对你。一切罪障凡夫不得往生那么我们遇到了要怎样来跟他应对呢甚至进一步保护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决定不退转，决定不改变。这个以我们这个智慧浅薄，惑障深重可以说还真不容易所以下面大师就用这个重大的问题来为我们解答。答曰：若有人多引经论，正云不生者引用许许多多的经论经呢是佛说的，论是菩萨说的，引这些经论呢来证明念佛不能往生，行者即报云你就可以这样来答复他。仁者虽将经论来证道不生仁者就是对对方的尊称，我们对他们也很敬重，不敢轻慢，
称他做仁者。仁者是一般对菩萨的敬称。就是说，虽然你引经据典呢来证明不能往生，如我意者，就是说我的心意已经坚定，决定不受如破，不会受你的影响，也不会受到破坏。何以故？为什么呢？然我亦不是不信，彼诸经论，尽皆信仰。这个话说的非常圆满，就是说你所引用的这些经论，我也不是不信，我相信。对于诸佛所说一切经，我都信仰。仰就是敬仰，信就是深信不疑。佛说的话哪有假的呢？当然句句真实。为什么你引经论来说我不接受呢？下面就说出这个道理。然佛说彼经时，你所引用的这些经论啊，佛说这个经的时候啊，处别就是佛讲经的地方，别就是不同，不一样。识别时间不一样，对机别，对机就是对象不一样。这个机是对象，讲的这个人。利益别，利益也不一样。有的人呢想升官发财，佛给他讲这部经，确确实实会帮助他升官发财。利益不相同，他的目的利益是要升官发财。那么有的人想升天，有的人呢想当菩萨，都不一样。我们呢，我们求生弥陀净土，目的希望成就圆满菩提。所以这个利益都不一样，对机不一样。这个根基呢，有小根基，有大根基。通常讲这个根基玄手家讲的小始中顿圆，就有5种的不同。所以这些呢都是有种种的不相同。又说彼经时，即非说观经、弥陀经等时。这个观经弥陀经等无量寿经，佛讲这些经是专讲
弥陀净土的功德，劝人发愿求生。那么其他的经呢，不是，其他的法门也不是所以这个实处、对象、利益不相同。然佛说教并机，佛说教的原则是应机说法所以一切经都有对象，也就是都有当机的人这个请问的人、请教的人像这部经《观无量寿佛经》，前面我们看到是韦提希夫人祈请的。无量寿经呢，是阿难尊者祈请的。阿难尊者看到佛有一天法相特别庄严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非常好奇才发问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的第3品里面看到，这个是下莲居老居士分的是第3品。然后在这个发起系里面，那么阿弥陀经弥陀经是释迦牟尼佛无问自说也就是观察大众的机缘成熟了，看到大众机缘具足成熟了。什么机缘呢？这一生当中成佛的机缘到了但是大家不知道要问，也不会问那么佛呢？佛自动就为我们说出来所以这个3经对的根基不一样所以叫做实义不同实义不同就是在世尊一代实教里面所谓的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分这几个时期实义不同。彼即通说人天菩萨之解行这一句是指一切大乘经。大乘经是讲菩萨的解行，小乘经是说二乘人天的解行。就像这个《金刚经》，《金刚经》上所说，佛无有定法可说这个经文是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如来所说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法这是世尊在《金刚般若》里面把他讲经的方式态度说出来了
们呢要善会佛意像这个开经记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重要。经说观经，定善恶善，唯畏伪题，这是这个韦提希夫人祈请的。即佛灭后，五浊无苦等一切凡夫，正好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那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就是五浊的时代，无苦的时代。那么佛说的这个法门，正对了我们的根基，正言得生佛在这个三经给我们做证明，决定得生。那这是三经为我们所说的这个食触机利益通通相应。那食是什么时候呢？五浊恶世的时候。我们现在正是严重的浊恶。食处什么处所呢？受苦受难的处所这个处也对了。基，一切凡夫的根基我们是凡夫，这个基也对了那么后面的利益不可思议我们真正想离开这个浊恶的世间跟这个韦提希夫人一样想找一个清净能离苦得乐，破迷开悟，永脱轮回的清净国度所以这个前后都相应，都正确的对应到了。为此因缘因为这个缘故，我今一心依此佛教。此佛教就是佛陀的教导这个佛教导这三个字就是指净土三经也可以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一切往生经佛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经典。华严经华严经到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它也算是往生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个印主呢，把它附在四经后面，成为净土五经也是属于往生经我们一心依这个经典，决定奉行。纵使汝等百千万亿，道不生者。光寿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之创立，传承
13祖汉光大师因缘尽分，信愿念佛之来去。克宗老师上进下方老和尚，其弟子上度下广护持之弘法道场。本会论序：一、讲经弘法，净法人心；二、持名念佛，当生成就；三、兴办文化慈善佛事，以立道德，和善风俗。古德云：不染圣教衰，不染众生苦之理念。收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光寿山坐落在台中太平悠悠云山中，沉云观音之圣地。愿请续建如佛讲堂、长照中心、有机农场等，引导大家修心养性，内而佛，外而儒之修学方向，引导上宾。未来还有个我有受苦、半受诸乐之圆满归去之净业养成圣地。寿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至诚敬邀十方坛乐大德，踊跃欢修护持，福慧双修，共同完成千秋盛举，功不唐捐。洽询电话0422913567，户籍账号邮政大都账号22703000。
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将人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物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洗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元旦啊，又要办潮汕的啦，各个潮汕啊，那潮汕伊是一个洞中佛寺，潮汕是一种洞中的佛寺。它除了说让我们能够有这一种一个殊胜的因缘就是集合大众来朝拜佛菩萨那一方面洗涤我们的这种污染尘垢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这一种向往成佛道的这一种怨恨的道心也能够增长这是咱潮汕伊上重要的这个意义因为很多人他不了解说潮汕是要做什么他可能就是说我就是去那边拜拜而已拜拜在家里也是可以拜家里也在拜我为什么要跑去那么远去那边拜还要那么累要做什么其实潮汕它就是一种很殊胜的人我们有经常在潮的人你就会有感受好像像师父第一次去承天寺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朝山上去的。那为什么要朝山呢？因为那个是施工那主要的想讲施工的道场那以前没有学佛没有学佛的时候是皈依这个广钦老和尚的弟子那时候在花莲一个传庆法师他皈依他后来也没有说学佛很深都没有慢慢的我们学佛之后然后看广钦老和尚的纪念册它里面有一些开示那开示慢慢觉得说学佛还不错还有几本的因缘就想说应该去承天寺看一下这样子因为那个是我皈依师父的师父嘛就想说我应该是去那边看一下然后到那个山下的时候就想说我行去不如拜去我就三步一拜这样子拜上去就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我是三步一拜上去的然后拜到他的大殿的时候一种感觉的身心清凉那个可以体会那一种朝山的殊胜有一种朝拜的殊胜那我们在拜的过程因为是很虔诚的我们是发一个很虔诚的心去朝拜的所以那种感觉路边也潮汕路没大条啦就比我们万源市新做的那个潮汕路还要窄它可能有的地方是可以2个人有的地方只能1个人那个是很窄的路它紧等
很长。我们抄一次慢慢拜啊，慢慢拜一个小时，很长啊，也会累啊，那个拜起来也会累。可是像我们，你若是讲一种的发心去拜的时阵吼，啊，该虔诚安尼拜吼，你是袂忝的啦，你袂忝。那后来就经常的都去拜，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去拜。那我们去拜的时候都是凌晨的，我们去拜凌晨的。好像我们那时候集合就是在那个板桥殡仪馆的门口。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啊，我就约在殡仪馆门口等较紧啊，晚年现在给他集合就几个人而已啦。我们几个比较道合的就是在那边集合，然后就开车到那个地方，到山下停车，那几个人就拜上去。拜上去之后啊，我们就在那个凉亭那边坐一下，也会带一些糖果、饼干什么的放在他的桌上，跟人家结缘了。我也排一寡迄去哩，看到都店后边，因为那种假日嘛我们是礼拜六的晚上去炒，也是凌晨去炒。假日会有很多的游客来，他们就可以，我们就跟他们结缘这样子，那就喝个大杯水，就顺便做早课。早课做完就伫遐食早顿。早顿食完就做义工，义工完中昼饭食完回去睏，每个礼拜都这样。那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啊，这样子下来吵到去出家其实那个是那一种潮汕的殊胜我是可以体会的，我是可以体会它的殊胜的地方啊。那师父有说刚好今天我们卷上也讲完了，还有一点时间他就帮我大概理解一下其实潮汕它是很殊胜的啦，就看你是用什么心去炒你若是讲凑热闹也有功德啦你若是讲就是发一个心去朝拜，去忏悔也好，或者是说，就是虔诚的去礼拜佛菩萨，这拢是非常的有功德的，尤其是我们跟着大众在吵那个功德都是无量的，那像师父有讲过嘛，有一次就是人家邀我去炒灵岩山寺嘛，那嘛是初学会迄个时期啦，本来无爱去咱年少直直少，那时候是 BB call 的时代了，一直 call 连环 call， 然后 call 到就一直就想要说，是不是要不理他，还是要回这样子？就这样子拉锯很多天最后就参加去潮汕。本来嘛是调到呢，调山的时阵无啥物没有感觉啦，因为很累，那个也是炒晚上的，很累，就睡不饱嘛。我们从板桥是10点出发嘛。游览车开到埔里好像已经1、2点了，1、2点了。然后调暗时调到宾馆那个人呢，跟他头昏昏的，就这样炒上去。炒完就在那个，我记得是去参加他们的早课啦，也是刚好碰到早课啦。就在送那个大悲咒，他就说：“怎么那么好听的大悲咒这样子？只是会听不会念的一个菩萨在那个提供经嘛2个答案，就可不好讲。然后早课做完我就靠在那个观音殿墙壁里面，坐在那边睡着了。
困起呀起来哈，出去看人讲哎，快点掉，人家还在吵，因为那个是炒晚上的，到清晨哈都有人在吵了，到天亮都还在吵。那个时候看到人掉山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跟我自己炒哈，我家己掉的时候无感觉啊。看人掉起来哈，讲这点人，他就是一两部游览车这样子，然后很虔诚这样子朝上来，我就站在那个我们那个灵山大道的尽头那边哈，就是靠观音殿那边往下看，就是大概就是两队这样子朝上来，我在那边想说，我在那里调咖这挺险的呢，怎么吵得那么虔诚？因为那是一种反差啊，就是我昨天吵怎么头昏昏脑胀胀啊呢？跟他咧调啥拢唔知啊呢？现在看人咧调那个呢，跟那真好啊呢，我那看着会感动啊，就看人家潮汕还感动啊，那个所以哈，话讲回来了，就是讲咱今晚来办调山，你知道吗？那我们很多的莲友啊，因为他也搞不清楚说潮汕到底要做什么了，那师父就利用我自己的经验，我就讲给大家听。啊，你今晚来讲去招人去调山的时候，你就会使讲一下讲啊，师父伊就敢若讲哦，讲调山无啊，来的人吼，伊较会发心摆啦。啊，无伊来嘛是对人来吼，伊嘛搞不清楚讲到底我来这创啥。那以前哦，我们曾经有碰过啊，我们在埔里的时候啦，有一台游览车哈下来啊，都穿那个高跟鞋啊，什么那个，走到门口讲我啊，那弄个搞伞，他们还搞不清楚来做什么啊。因为那个是我们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哈，我们曾经有提出来。讲啊，遐对那拢无共讲伊要来创啥呢？来到大门讲，大家讲，还是对拜呢，也是跟着拜哦。啊，他们为什么会跟着拜？因为他们看到人家在拜，就是前面的人都在拜，然后他想不拜又不好意思，也跟着拜。啊，那个就是那种力量。比如我今天也来到家哈。我也搞不清楚我来这是创啊，啊人就叫我来啊，啊来一看讲哇，你还咧调山，啊想要讲我爱调，啊个歹势，啊就赶鸭子上架，就跟着人家拜，啊就是这样，啊跟上去之后，其实他们观念就改变了，他们都说潮汕跟我想的不一样啊，不一样，他会得到那一种潮汕的利益啊，不是说调完他讲哇做辛苦做忝的，这种人嘛有啦，少数人，大部分的人他潮完之后啊，都会有一点收获，只要他愿意，就跟着大家这样子朝拜，他一定可以得到那一种潮汕的利益，至少也消税账了。你拢无创啥对人拜吼，嘛消业奖嘛，业奖嘛当消费者啊。那以前我们很多师兄弟啊，他们在休息时间都是在拜山。我家己嘛曾经几个月了，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中午有一个休息时间。我都是学我们师兄啦，我们做多人去拜山，我就讲我就中岛卖困好啊，来去中岛拜山，有好几个月。那本来我的脚有一点受伤，那时候我们晚上在共修的时候要盘坐嘛，然后我腿盘上来我就开始冒冷汗，因为那脚很痛，可是都是咬着牙把它撑过去。他每一天都是这样啊，脚是要用两只手慢慢给它吊起来啊，袂使伤大力的，敢若脚会敢若会动袂掉。可是慢慢的浮上来也会痛，
也会痛啊。因为我们大众共修哈，那是大众共修的殊胜啊，就是说你拍摄讲不爱盘腿啊，边啊前后左右大家都盘腿，那我们痛又不敢讲，就是也是把它盘起来，然后就盘起来就开始一直流汗，一直到放腿，然后每天都这样。他后来就想说，这样也不是办法了，我就来就面化嘛就中午啊都不睡觉，就去炒山，炒了几个月就炒好了。就突然间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晚上都奇怪，今天怎么好像我自己有感觉了，好像没有那么痛了。你看，过几天就好了。我家己刚刚讲这是用功的这个果果了，用功的果报就是我们不是说身体有痛啊，病痛就赶快去休息啊，不是你要更用功、更精进这样子。那像我们很多师兄弟他们有的人一天还炒2-3次中昼调我早起吃饱去调嘛有人下晡要时间去炒的也有。那这个是一种修行一种修行。那我们借着礼拜在户外那朝拜的那一种力量，它可以磨练我们的心磨练咱的心慢慢的无烦恼，心就会静下来那心地就会清凉在我们佛教我们都是用莲花来比喻我们的心佛教它是以莲花比喻心莲花代表的是出污泥不染就是表示说我们的内心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中，五浊恶世来对你可以让心跟莲花一样清净的，它不会污染，不受污染，不受外面的环境污染。那我们现在在修行咱现在在修行嘛是同款咱的环境嘛该恶劣了周围很多的人我是非啦有诶无诶真济咱拢逐工拢是安尼目睭看耳孔听看拢看歹听嘛拢听歹就是我们心就很乱很烦恼那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说念佛用功之外那个礼拜也是一种很殊胜的法门尤其是草山这种活动，你在家里拜了几个月有时候你去草一次山都胜过你在家里拜好几个月，因为那是一种大众的力量，一起扩大众的力量。好像我们今天在开会嘛那有莲友有菩萨都在讲，我们义工那么多100-200人，你看200个人在为你发心呢，为你一个人为了你来朝山，200个人在那边忙好几天。有时候你吵起来你都还刚刚讲业障拢消去光是那一种功德了。好像我们在念佛嘛，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一起具有无量的功德，它无量光无量寿，再加上它的48愿，它都在那个佛号上。那我们每念一句功德，就有无量的功德在这个佛号里面所以咱念佛的时候功德的无量。所以经典他为什么会讲说念一句佛号可以消无量的罪，它的原因就在这里，它是具足所有的功德都在这边不是念虚的啦。我们在念那个阿弥陀佛不是用两个空虚的那个佛号，不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它的修法是跟其他法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修行就是2种一个是自己靠自己，一个是靠佛陀。那我们修净土法门它是靠自己，
也靠佛陀。家己你要去调伏你家己的内心无明烦恼啊。那你的业障的话要消，靠佛力要紧了。就是两个加起来。那靠哪一尊佛？就是靠阿弥陀佛上紧了。那为什么会快？因为他发无量的大愿，他无量的大愿都具足在这一句佛号里面。所以印光大师他讲了，他讲我们这念心投入弥陀的大愿海中，那就讲大觉海了，就投入大觉海里面。你这念心投入佛号里面，念念相应，念念佛，就因该果海，因含摄佛陀的果那个大海，那果彻因缘，那个果又贯彻到回到那个因呢，就是那两部的时候呢，每一句阿弥陀佛，滴滴亮，滴滴亮，滴滴亮，两到尾啊，50念的时候，咱34念在讲那个能念的心，所念的佛，那叫能所两忘啊，就念到空的意思，没有一个谁在念，没有一个我在念什么佛，那个是空的含义啊，就是能所两忘啊，34念，但是啊，虽然是空，又不妨碍你意念阿弥陀佛的无量功德。这个是空里面还有一个妙有啊，就是说虽然是空，但是它没有妨碍你意念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48愿种种殊胜的功德，没有妨碍你啊。那虽然这些也是幻化啊，那是空啊，但是没有不妨碍你的这个这一念真如本性那个空性，没有妨碍啊。这是我们修净土法门跟别的法门是很不一样的地方。你看那个有的因对这较无了解对咱这种法门无了解啦。心净就佛土净嘛，心净心清净佛土就净了。那你们在修行啊，就是修那种心外求法，心外求法还有一个所求嘛，还是求佛陀啊。那我们净土法门不是这样修，我们不是啊。我们净土法门是我刚刚讲的这样子修，那个才是真实的修法。我们是能念的念佛的这一念心放下，所念的佛这一念也放下，但是放下是放下，它没有妨碍你继续念佛啊，没有妨碍啊，不是说我放下我就不要念佛了，不是的。伊无妨碍你念佛啊，无妨碍。虽然讲这个世界啊，嘛是心造的，心造的，极乐世界是心造的，是幻化，它是幻化的。可是你临终的时候你也是靠这一念解脱了，它没有妨碍你。这个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大家要了解不然人家一问你就你都讲不出来，讲不出来讲你修咧无好修，然后带你来修这种的法境，你就对起啊。其实我们这个是净土它是最殊胜的修法，它没有妨碍你的生活你念佛就一句佛号，你到处都可以念。那你对教理不懂也可以啊，像师父刚刚讲的你那个不懂也可以修啊，你就是念佛就念到一心，一心就是佛啊，你也会懂啊。你不懂念到一心你也会懂啊。那你懂了就是说懂了悟后起修嘛懂了就是领悟了，领悟也是要修啊，也是要念佛啊，它都一样啊。
你了解了嘛是爱念嘛，无了解嘛是念嘛，所以进步法门那就是人咧讲说渔夫，就是讲都唔捌的啦拢唔捌的，伊念佛，伊买当往生啊，为什么也当往生？就是安尼往生的，他就是一直念，念到外面在做什么，他哪个读者咧讲那个生灭心灭掉，那个三昧，就是那个意思。有的老人他在那念佛，念到旁边的人在跟他讲什么，他都你讲什么这样子，他都根本不听你在讲什么，因为他心里面都是佛号会谈求呢，万言是那个老法师有时候像你们在跟他讲，他说阿弥陀佛啦，我听不啦，其实他就在念佛，他哪要听你在讲什么？就是我就是在用功你外面的讲的，他就不会想要很认真听你在讲什么了，因为他就是佛号他把你的声音都转成他的佛号可是我在跟他讲的时候，他会注意听一下为什么？因为住持在跟他讲话，其实是这样其他的人在跟他讲你讲啥他都好像装作都听不到这样，其实他都知道了，可是他都在念佛而已啦。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啦，就是讲你咧念佛念到外口的什么声种的声入来拢是佛啦，那就是讲念到佛入心的就是外面的声音讲什么，反正都转进来都是佛号嘛。那即使你对教理不懂，你这样念到最后也是往生的，没有杂念的。没有杂念就是没有烦恼了，没有烦恼的意思，没有妄念，没有烦恼，就一句佛号也是可以解脱。这是咱修正法门跟别人无同的讲起来就讲调山的时阵咱招人来调山讲一寡调山的好处的人知影。莫讲来一看讲咱那个调山要拜就揪起你若听到人讲无拜不要紧，会使问讯就问讯安尼就好其实每一拜拜都有它的功德在了他的鼓励鼓励我们来潮汕的莲友，大家可以多拜佛，多拜佛一拜每一拜都会消无量的罪了，不是说我要拜到很多拜才消罪，一拜的虔诚就可以消无量罪了。Yes,
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及何首乌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首乌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其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本恩寺第3期的工程弥陀殿正在建设当中。对一个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来说，如何成就上品上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而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其实就是弥陀经里面所说的成就善根福德因缘，这是成就一切往生西方最重要的资粮。所以卢中在此呼吁所有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们，大家一起来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为早成佛道广集更殊胜的因缘。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请大家翻开讲义的第16页。那讲义的第16页，请大家看右边这个栏位呢，从上往下数第5行。那电视机前面的各位，我们在上一节呢，跟各位谈到的就是龙树菩萨呢，他如何去分析这个事物不可得。而这分析事物不可得的过程里面呢，它用的是一般我们在佛法里面呢常用的一个分析空。各位，这个分析空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个东西不断的往下拆，也就是说呢，减半，再减半，再减半，再减半，减到最后的一个物质单位。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分析说，当一切物质分析到最后的时候，各位，分析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物质的存在，而这个最少的物质的存在，它是用一种地水火风的形式的存在啊，对不对？但是各位由这里来分析到最后，求得一个色法。其实在一个般若空观来讲里面，般若空观里面色法最后的存在的地水火风，包含一切万物的再组合，都是从因缘和合而来。这是呢，我们再从分析空里面呢，也就是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分破空，从这里面衍生而来。但是各位我们要去了解的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去了解这个物不可得。但是各位，在一个物不可得的认知里面，它只是在告诉我们说，不要执取于现象界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但是人是没有办法的。各位，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人长期以来已经在我们不断的从小到大在这种认识世间的概念里面长大，所以我们这个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们是把很多事物做很决然的划分哦。我们的划分里面是什么？这个是人，
这个是动物，然后呢，我们分这个是我，这个是你的，这个是他的。我们在一种划分的过程里面，随着个人的认知概念里面，我们做了非常清楚的分割。所以在这种分割的过程里面，我们说人是人，动物是动物，对不对？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啊，之前呢，早期在佛陀时代呢，舍卫国有一个人叫做鹦鹉摩那都提子。那在当时呢，他是一个大长者啊。有一天呢，释迦牟尼佛呢，就去找这个鹦鹉摩那都提子呢，去找他。然后刚好呢，他呢不在家，刚好有事外出去经商，要好几天才会回来。所以世尊去鹦鹉呢摩那都提子家的时候呢，就在他家里面呢，看到了一只鹦鹉摩那都提子呢所养的一只的白狗。那这只白狗呢，是在这个摩那都提子他家呢是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为什么？因为是鹦鹉摩那都提子的宝贝狗啊！哇，他呢从小的时候呢就这只狗从小的时候就在摩那都提子呢他的照顾之下长大，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只狗，但是在摩那都提子来看呢，它好像是他的孩子一样。所以呢，也因为如此，这只白狗呢，在他们家里面呢，非常的有地位啊，因为主要是这样子，男主人很疼它嘛。那这只狗呢，长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一天呢，释迦牟尼佛呢，到这个鹦鹉摩那都提子家去呢，去找这个都提子，结果他不在，就看到了那只狗。那看是那只狗的时候呢，世尊就对这只狗讲话，他说啊，你呀，前世不知道布施啊，然后呢吝啬，然后欺负弱小，今生啊才会出世当狗啊。我这佛陀呢就对这个狗呢就讲了一段的开示啊。那讲完之后呢，因为这个摩那都提子不在嘛，世尊就走啦。那走了之后呢，各位，这只狗就产生变化了，变成什么？每天呢都好像狂了这屋子里啊呢，然后呢都也不吃饭，然后就静静的趴在那边，看起来好像很忧伤的样子。那各位怎么办呢？主人不在，怎么这只狗变成这个样子啊？大家就很怕说这鹦鹉摩那都提子回来的话，大家怎么跟他的主人交代啊？那各位，隔了几天之后呢，这个鹦鹉摩那都提子呢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发现不对啊，怎么我的狗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时候呢，他就把全部的家人都召来，你们是不是趁我不在的时候虐待这一只狗？哇，这些所有的人说冤枉啊，冤枉啊，主人啊，没有这一回事啊。那他讲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狗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些人就讲了，然后说主人啊，在你走的隔天啊，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啊，他有来找你，但是因为你不在，然后呢，我们有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对这只狗啊有讲了一些话，然后他走了之后，这只狗就变得怪怪的啊。那这个鹦鹉摩那都提子呢就很好奇啊，他就赶快去跑释迦牟尼佛，找释迦牟尼佛，他说佛陀，你到底是对了我的狗说了什么话？这只狗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这时候世尊就讲啊，我没有跟他讲什么话，我只是告诉他一些事实而已啊。这时候呢，鹦鹉摩那都提子就问说，你到底告诉了他什么？这时候呢，世尊就对这一个摩那都提子讲说，你可能不知道这一只白狗是谁吧？他呢就是你过去，也就是说你已经去世的父亲转世投胎来的。所以呢，我那一天呢去的时候，只是告诉他说啊，你呀前世因为贪心、吝啬、不知道布施、欺负弱小，所以你这一生才会再出世为狗。然后呢，过去拥有那么多财富，最后呢什么用也没有。所以呢，我是告诉他说啊，你要自己降服你自己的烦恼，这样子呢才能够脱离这畜生之身。将来呢，可以在得生人道，好好的修学佛法。那这时候呢，这个鹦鹉摩那都提子就不相信了，怎么可能
怎么他是我的父亲，死了之后再投胎的来这我家里面当狗的呢？他就很不相信呢。佛陀就跟他讲，你不相信的话，你回去问你家那一只狗。那这个鹦鹉摩那都提子啊，就很不相信了，就回去了。那回去之后呢，因为他要回去之前，世尊就有跟他讲啊，他呢，你的父亲在去世之前呢，曾经偷偷的埋起了很多的宝藏，都没有人知道。那这只白狗呢，就是你父亲投胎转世的，他知道这些宝藏在哪里。你不相信，回去问他，你就问他说，你过去藏的宝藏到底在哪里？他就会去带你找出来。各位，那这个鹦鹉摩那都提子就不相信了，他就马上回去啊，我就去问他那只狗啊，那你是不是我过去生啊已经去世的父亲再来投胎的？哇，他这么一问完，这只狗就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哦，那就讲说，那你过去是不是藏了很多的宝藏？那这宝藏到底在哪里呢？哇，这只狗呢在摇摇尾巴，然后呢就开始跑啊跑啊。这鹦鹉摩那都提子呢就跟着他的后面呢，哦找啊找啊，在他们家很大一个庭院呢。各位我们要了解，印度的当时的大户长者，他们的土地都是非常的广泛的。那这只白狗呢，就带他找到了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找到之后呢，他就一直抓那个地面。那这时候呢，鹦鹉摩那都提子就想说，可能是埋在这边吧，他就马上叫了他很多家人来，把这个地方挖开，对不对？果不其然啊，这一挖开里面埋了很多的金银珠宝啊。那这时候呢，摩那都提子才知道说，原来这一只白狗真的是他的父亲来投胎转世的。他就赶快去找世尊啊，世尊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的父亲怎么死了之后会再投胎到我家来做狗呢？到底是什么业报？怎么会这样子？世尊呢，就对这一个鹦鹉摩那都提子说了，他说啊，你父亲之所以会投生在畜生道，他的业报都是来自于他前生所做的。所以世尊就对这个鹦鹉摩那都提子说了，他说，短命的今生感召的很多果报是短命果报的，那都来自于前世的杀生业力而来。那如果呢这一生呢有很多人寿命很长的，都来自于过去生呢常常在犯生保护生命、保护动物生命、保护人类的生命呢，这样的一个果报衍生而来的。那如果呢今生感受到贫穷的果报，都是过去呢富贵不知布施，然后呢欺负贫穷人所感召来的。那如果今生能够得到富贵呢，那是过去生经常做布施供养三宝的福报来的。所以呢，佛陀就对这个鹦鹉摩那都提子说啊，你的父亲过去是富贵啊，但是不知道布施，然后呢还欺负贫穷人，还吝啬，而且为什么还要堕入畜生道？因为还对三宝没有恭敬心，而且嗔恨心很强，所以今生才会堕入畜生道。然后又因为呢对这些钱财呢恋恋不舍，所以虽然堕入畜生道，还升到你家来当这只狗守护的那些的金银珠宝。这时候鹦鹉摩那都提子才知道说，原来他父亲堕入畜生道的因果就是这样来的。从此之后呢，他就把那只狗呢所挖出来的那些金银珠宝呢，就好好的去布施，帮助贫穷的人。各位，这是佛陀时代在舍卫国呢发生的一个典故。那各位我们要去了解，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说物质在龙树菩萨一个诠释的过程里面，他说今天我们说事物不可得，没有错，物是不可得。为什么？体性是空的。但是各位，我们更要去深入了解，就是说，在一个体性上来说，物是不可得。但是我们更要去了解的，就是说，他去说这个物不可得，是从一个分析分破空的一个立场，分析到最后的一个点的不可得。
但是就我们凡夫众生，各位，我们生存在这个世间，我们食衣住行娱乐，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离开得了所谓的物质的享用。那这种物质享用里面，对于我们在以这个物质身行布施行为的过程里面，各位，那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大的一种考验。这个考验的过程里面，明明这就是我的东西，明明这个东西就是很值钱，明明这个东西就是很重要，但是我还能够舍得出去。各位，纵然在体性上它是空，但是在实际上的事项上，对他来讲，他要能够做得到，还是要有非常大的舍心。所以佛陀在这种论布施功德的时候，才会告诉我们说，你能够布施的越多，代表了你的舍心越强。那各位，你能够布施的越多，当然能利益的众生也就越多啊。他说，论布施功德在物的方面就是这么去计算。而再来，在我们上一节谈到呢，四明分破空呢，今天谈到说，复有观空。是蝶随心有，如作禅人，观蝶或作地，或作水，或作火，或作风，或青，或黄，或白，或赤，或都空，如实一切入观。各位，他这里的说的是说，观空啊互有观空，是蝶随心有。各位，观空就是观察空性。他说呢，这个蝶是随着心而现起，对不对？他这里说随心而现起的意思说，随着我们的认知感受而现起啊。各位，你了解这一段的话的意思吗？今天我们要了解哦，今天一切万物万象显现在这个世间，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能够认知它，各位，因为我们有一颗心。这个心借由六根身攀缘外在的境界，比如说，各位，你们透过你的眼睛看到我在讲经弘法，你透过你的声音听到我讲经弘法的内容，各位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就是透过了你们的意识攀缘外境，而认知外境里面的内容，各位是不是？所以他这里讲啊，是蝶随心有，我们看到的这些布料，各位，这些布料也是因为随着我们的心有认知的作用，所以我们感受到它的存在。各位，你了解吗？如果我们今天心没有办法去认知，没有办法去观察，没有办法去认识到这些外境的时候，请问这些所谓的蝶，这些的布料，它存在有什么意义可言？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生不起分别的境界，分别的心，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啊，互有观空，是蝶随心有，就好像是一个坐禅的人，各位，修禅定。那修禅定的时候，他观蝶，或作地，或作水，或作火，或作空。各位，这就是说，我们透过了一种观法的成就。各位，这观法的成就，地水火风，青赤黄白，他这意思就讲说，今天一切物质的现起是随着我们的心的认知而产生。所以在修禅定的过程里面呢，各位，我们说有些人为什么修禅定之后能够产生神通？各位，神通是从何而来？我相信呢，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很多人对这个话题会很有兴趣，因为很多人修行呢，他是希望说，希望我能够得到什么通，希望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能够知道啊，希望我能够听到很远的声音。电视机前面各位有没有？一定有人会想说有啊，只是有些人也不好意思说啊，我说的是不是会不会跟人家讲说我啊邪知邪见呢？光明、庄严、神圣，佛恩寺有消灾吉祥光明灯，可选择供养释迦牟尼佛、
药师佛、阿弥陀佛等3种。欢迎诸位善信大德发心为自己及眷属以及法界众生燃灯供佛、消业障、保平安、增福慧、成佛道。详情请下佛恩寺087795-5687795-148。阿弥陀佛。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都知道，一切功德当中，以塑造佛像的功德是最为殊胜的。经典当中说呢，塑造佛像不但呢能够忏除我们生生世世所造作的一切的罪业，更重要的是能够成就我们的福报。所以像经典所说呢，能够你要求智慧，就能我们得到智慧；你要求福报，能够就你得到福报；你要求富贵，能够成就富贵；甚至你要求往生西方，那更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资粮。所以我们佛恩寺大雄宝殿呢，在2侧我们就是采用天然玉石所雕刻的88佛。那88佛呢，在我们网课当中呢，单日是诵弥陀经，双日就是礼拜88佛，所以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居士大德，如果您有这一份心愿的话，想要成就殊胜的功德，那我们佛恩寺的88佛非常欢迎你来指定发心，在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各位，今天我们要了解，今天所谓的6神通的显现，当然第6神通、第6通里面的漏尽通，那是断除烦恼而现起的。那前5通呢？各位，前5通离不开禅定的境界啊。那也就是说，今天禅定之所以为什么能够证得前5通的原因在哪里？在于定力。定力由哪里而现起？由我们的心念。由我们心念的极度的集中，这个心念可以产生很强大的力量，可以在瞬间改变。各位，改变什么？我们说观地水火风，对不对？各位，你注意，我举个例子哦，你注意听哦，这在我们生活当中你都体会得到。比如说，哇，各位你们知道吗？在夏天的时候，南台湾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你在天气很热很热的时候呢，各位有一个方法，这方法什么？你开始用脑筋观想，观想说，你现在你的前面有一碗冰水，哇，剉冰，哇，吃起来好过瘾。它现在就停在你的面前，然后呢，你就观想说，吃下去之后你会通身清凉，各位。这个有效哦，就像望梅止渴一样啊。当年曹操带了一堆的军队要去远征啊，结果呢刚好呢水接济不上啊，然后呢大家军士非常的口渴啊，这曹操心生一计啊，他就想说，我们大家赶快前进啊，以我的估计没有错的话，前面这样一大片的梅林，哇，我们要是到了那梅林的话呢，吃那个梅子就可以解渴。各位，事实上前面有没有梅林？没有，前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因为曹操的一个心理作战的因素啊，就开始说前面有很多的梅树啊，上面有很多的梅子啊，吃了梅子之后会解渴啊。各位，大家一听到梅子，梅子是酸的东西啊，经由这个一听到梅子，刺激我们的思绪，刺激我们的想象力，结果呢，我们的唾液的内分泌呢，自然而然就会增多。那各位就比较不会口渴了。结果军队呢就赶快快速的前进了，因为大家想说前面有梅子嘛。各位，结果呢前面根本就没有梅子，但是因为他们前进的速度变快了，终于在前面找到了一条河流，所以就找到水了。各位，但是这个典故是什么？望梅止渴。这就是透过了一个众生的想象的概念里面，产生一种内在的刺激。而我们在一种天气极热的时候，我们去观想说，现在如果我的前面有一碗冰，吃了这冰之后通身清凉，不知道多好。各位，
这也会降低我们的身体对于热的感受啊。那如果在天气很冷很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观想说，哇，如果我现在在台湾，哇，在南台湾，哇，这太阳最热的时候，那太阳照射在身上很温暖哦。各位，在这种观想力量的作祟之下，有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比较不会冷了，对不对？这个都是啊，但是这个是什么？各位，这个就是心念的力量。透过了一个心念力量的灌输，它就会产生一种力量，让我们在当下的感受改变。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修禅就是透过集中于心的念头的力量，而达到一种改变。而这个改变是改变什么？各位，改变我们所谓的物质的部分。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这个色身，我们都知道前面已经讲很多了，极微啦、分破空啦，还有前面讲到有一个什么啊，极微色香味触，有毛分因缘故，有毛因缘故，有翠因缘故，有缕因缘故，有蝶，有没有？有吗？哈，各位，这显示的是物质的组合，物质不断的组合再组合，从小变大，对不对？那各位你不要忘了，那一切物质的特性来自于地水火风，对不对？那地水火风组成一切的色法，那我们今天意念的贯穿里面，它就可以透过我们物质身的转换，影响我们物质身的转换呢，影响我们身体里面四大的排列组合啊。所以各位，为什么人可以在水面上走？为什么可以穿墙透壁？就是在这里啊！你瞬间把你身体里面的物质转变为地大，你跟整个大地就融成一片；你把它转成水大，各位你就跟水融成一片；你把它转成火大，你就跟火融为一片。各位就是如此啊，对不对？所以这种转换的过程，就修行禅定而言，你的力量只要够的话，各位就往往能够现起转换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神通。各位你了解吗？所以神通对我们一个修行者而言，只要你修甚深禅定，基本上很多它自然而然就会具足。所以我们今天讲说，你看在这里呢，龙树菩萨就讲啊，他说如坐禅人，就是在修禅定的人呢，他观察蝶，或坐地，或坐水，或坐火，或坐风，或青，或黄，或白，或赤，或都空。各位，前面观的是地水火风，后面观的青赤黄白颜色，各位，但是不管是颜色还是前面讲的地水火风，各位，这都是一种透过心念达成的一种力量，而这种心念达成的力量往往是很难去解释的，因为这种解释的过程是解释不来啊，各位。所以今天龙树菩萨他讲啊，如实一切入观，遍观一切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呢，释迦牟尼佛呢过去生了一个典故啊，在这里面就被提到，他说啊，如佛在起色觉山中，与比丘僧俱入王舍城，道中见大水，佛以水上覆尼斯坛座，告诸比丘：若比丘入禅心得自在，能令大水坐地，即成实地。各位，这一段就是啦，这一段就是在告诉说，能够入甚深禅定的人就可以做得到。所以佛陀，你看，佛陀在起色觉山，然后呢，有一天呢，跟很多的比丘啊要进入王舍城，结果呢，各位刚好不巧，刚好下大雨淹水啦。那淹水了怎么办呢？道中见大水，没有办法正常的走路过去啊。佛陀就在水的上面呢，把他的尼斯坛打开铺在上面。各位，尼斯坛是什么？尼斯坛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坐具，
就是人要坐在地上的时候呢，先打开一条布铺在地上，然后人再坐在上面，那一个呢也叫做坐具啊，那也叫做呢尼斯坦。所以佛陀呢就在水面上把这个尼斯坦给铺上去之后呢，他就坐在这个尼斯坦上面。各位，尼斯坦是布做的哦，你坐在这上面不是就沉到水里面了吗？结果佛陀呢坐在这个尼斯坦上面呢，浮在水面上。我这时候呢，佛陀就对这些比丘讲啊，你们如果比丘呢已经可以入禅心得自在的话，就能够令大水坐地，即成实地。各位，就是这个啊，本来是水啊，但是水可以变成地啊。各位，实地是什么？地就是坚固的意思啊。你看，咱伫咧涂骹咧行，涂骹顶空空，对不对？这个地就是真实，就是坚固，就是坚固不变的意思。所以说，你看水可以变成地啊，变成大地一样是坚固的。各位，这就是什么？把水大转成地大。我们说地水火风嘛，水就是湿性啊，地呢就是坚固性啊。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透过禅定定心自在，透过定你心当中心念的转换的力量，可以四大让它重组，四大重组哦，四大重组之后，就让它改变一切现象界。表面上你看起来那个是水，但是在于运作这个定心信念的人的心中，他把它当作是大地，就是土地。所以呢，他在水面上，表面上人家看他是坐在水面上，事实上在他的感受里面，他是说他是坐在土地上面，所以他不会沉下去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用他的心念在当下无形的转换当中已经把它转换了。但是有人讲说，哪有可能，哪有转化的速度可能那么快？各位，你不要忘记哦，众生的心念是非常的可怕。为什么？各位，我们说一弹指的时间就是60个刹那，60个刹那就是心60次90次的生灭啊。各位，所以你要注意去看哦，你今天看到一样东西，各位你注意，我举例说明了。比如说你现在打开电视机，看到卢松法师在讲经，请问各位，只是一个看而已吗？不是。我说第一个，当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看到的是形状，法师的形状，然后呢法师的长相，法师穿的衣服，卢松法师今天戴的念珠跟之前不一样哦。卢松法师用的背景有改变哦，对不对？各位，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当你第一眼看到，我们可以仿佛说我这是只有一眼嘛？错。当你看到外观，眼睛、鼻子、嘴巴，各位，那是各个不同的心念。看到布景，看到讲义，看到念珠，看到手势，听到声音，分别声音里面的义理，看到字幕，各位，这都是不同的心念，这都不同啊。为什么？各位，你一下子要看声音，一下子要看字幕，一下子要注意声音里面的意涵，一下子要看到我的动作，像我现在手的动作有没有看到？还有同时看到我的嘴巴。各位，你想想看，这都在同一时进行哦。那你为什么能够在同一时里面同时观察？那代表我们的心的生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好像快到让你觉得说都是连续不断的，事实上它是有间断，它是一个心念灭，在一个心念生，一个心念灭，在一个心念的升起。各位，那今天就是在问这个。好，世尊告诉我们说，我们修甚深禅定，透过一个禅定力量的心念的当下的转变产生的力量啊，可以让我们转变地水火风，转变四大所成，然后得到神通。但是各位，我可以跟各位讲啊，众生的心念非常的可怕，
因为众生的心念呢，往往都是自私的。众生的心念往往一念之中就可以造很大的恶业我跟各位讲一个典故各位你们知道蜜蜂的那一根针是怎么来的吗？蜜蜂我们都说蜜蜂呢，它尾巴有一根针它有时候叮人的时候有没有？叮人之后，它拔起来的时候，这一根针就会留在人的身体上面。然后呢，这针上面有毒液所以我们被蜜蜂被虎头蜂叮到之后会很痒会很痛，有没有？这是里面的毒液在作祟。但是呢，它这叮了之后，这蜜蜂就一定会死。为什么？因为这一根针留在我们的体内的时候呢，它呢是连接它体内的一些的内脏。它一拔起来的时候，这针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些内脏呢，它的身体里面的内脏也会受损，所以呢，蜜蜂也跟着会死。那相传是这样子这个蜜蜂本来是没有那一根针的，结果呢，有一天呢，这个蜜蜂它送了一壶的上好的蜂蜜送给了神造物主。那这造物主就很高兴他就问这个蜜蜂他说呢，你想不想什么样的愿望呢？你今天对我这么好，我有这样的能力，你想什么愿望我都可以答应你。这时候蜜蜂就想了，蜜蜂因为它长得不大，常常都被人家欺负它就对这个造物主说我希望你能够赐给我一根针。那这根针呢，要非常非常的厉害，只要是任何人我要叮了它之后，它都会很难过很难过。那这样子的话，我才不会被人家欺负。哇，这神听了之后就很不高兴了。我要给你一个愿望，那是因为你呢供养了我一蜂蜜所以呢我要回报给你一个愿望。你怎么会要求说你要有一根可以伤害别人致人于死的一根的毒针呢？所以呢，这神就很不高兴了。但是他已经答应他了，又不能反悔这时候呢，这个造物主这个神就对这个蜜蜂讲：好，可以，我答应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有一个但书啦。我跟你说这个针非常的厉害叮了人之后会让人家非常非常的难受，甚至会让人死亡但是我要告诉你是，当你这一根针你去扎别人的时候，相对的你的生命也要跟着结束。因为这一根针扎人之后呢，你呢这一根针也会连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内脏也会受损，所以你也会死。那这个蜜蜂就想说没关系嘛，有时候他遇到自己很可恶的人，很巴不得呢给他死算了，我自己受伤没关系。哇，蜜蜂就心里就这么想。为什么？因为他常常被人家欺负他就很生气他想说只要有一个厉害的东西让所有人都怕我，哪怕生命丢掉也没关系。哇，他就答应了这个神这个造物主好，那这神说好吧，你既然说你都答应了，我就给你吧，看你怎么办。我也只能这样子布施庄硕佛像，能感得生生世世相貌庄严，常为诸天所敬，远离八难，常出生在富贵和亲近修行的家庭，所生之处都能得遇诸佛。佛恩是弥陀殿西方三圣佛像，欢迎十方大德居士能有经出经，以我们随身拥有的经事来布施庄严佛像的金色身。庄严佛像就是在庄严我们自己。这殊胜的因缘，期盼您的发心共同来成就。洽询电话08-779-5568 779-5148。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愿王48愿度有时，一句佛号真净土，成就补处为沙佛。果然是弥陀殿将供奉108尊阿弥陀佛的圣像，这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造佛形象，如造像功德经所说，功德大到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所有的福报功德都能够成就。所以各位念佛的菩萨们，为了自己生生世世的福报资粮，赶快来发心建造阿弥陀佛的形象吧，把握这次的因缘，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早日圆成佛道。阿弥陀佛。
那有一天呢，蜜蜂呢就到处去了，刚好呢又碰到了一个人欺负他。这个蜜蜂呢当下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啊，他就呢直接就冲过去呢，用他的风筝呢就往那个人身上一扎。那扎了之后呢，他就用力一拔，各位，他的针留在那个人的身上。结果他一拔出来的时候，他的大肠小肠啊全部都被那跟着那个针呢都拔出来啦。那蜜蜂呢就飞不了多久就死了啊。那他快要死了之前，他就他们后悔啊，我为什么为了一时的嗔恨心呢，再干嘛叮了他一下？那这样子我跟着我也要死的话，那这样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这时候神就出现了，就是说他在那时候蜜蜂呢就说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那这样子神给我这个愿望根本就是在害我嘛。各位，这个蜜蜂在埋怨的时候，这个造物主这个神就出现了，他是说你不要怪我啊，我当初你送我那一幅蜂蜜的时候，我要报答你，我说你要什么愿望我都答应你啊，但是只能说你的居心不良啊，你的心很残忍啊，你什么愿望你都不要，你要求什么福报，求什么样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你要给我求一根可以伤害别人甚至置人于死的毒针。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居心不良，我当然你要求我答应你的时候，我也给你一个但书啊，我不希望你随便的去伤害别人啊，我是希望说你要伤害别人的时候，总是你会站在说保护自己的生命的立场，因为你要是伤害别人，那你的生命也会不见啊。所以呢，我是用这个条件来约束你，就是希望说你能够站在爱护你自己的立场，因为你伤害别人，你自己的生命也会死亡啊。那这样子你就不会去伤害别人了。希望你能够不要用上这一根毒针啊。谁知道你的嗔恨心那么强，最后你还是用上了。然后你用上了之后，你现在要死了，你还在怪我？你要问你自己啊，当初你的心就不善良啊，才会要求一根伤害别人的利器啊，对不对？然后呢，你又不能克制你的嗔心啊，遇到人家对你不好，你就想要置人于死啊，所以你自食恶果，你怪得了谁啊？这个神呢，这个造物主就对这个蜜蜂这么讲，蜜蜂呢，他也无可奈何啊，他的确想一想说，的确有时候是我自己的问题呀，那就这样子，蜜蜂就死了，各位。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心念很重要，众生的心念。众生的心念往往我们都是在一时降服不了自己的贪心或者自己的嗔心，我们因为一时的降服不了，所以往往我们会造很多的恶业，而且往往都是恶业做完之后，到后面再来后悔。各位，你要不要相信？很多都是如此，所以佛菩萨才告诉我们了，众生愚痴可怜。各位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啊，各位，我们说人存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今天何其有幸身为佛弟子，我们修学佛法了。佛陀告诉我们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外加智慧，告诉我们要忍辱啊，也告诉我们要持戒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佛陀告诉我们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这个善良心就是帮助别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能够伸出援手去帮助人家。所以这个帮助别人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财施、法施、无畏施。三施呢，就是帮助别人啊。但是帮助别人同时也是帮助自己啊。为什么？各位，因为人总是自私的，要能够走出这个人的范畴，去向于圣者，去向于解脱，我们就是不断的要超越自己啊，超越人的自私的一个范畴啊。所以各位，你想看看，如果你的贪心一直没有办法降服，你一直执着在这些物质上的执取，我们的修行怎么能够成就？所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各位，烦恼的降服，但是烦恼的降服跟我们的心念的掌握有没有关系？密切非常的关切啊。各位，为什么？这个关系来自于众生如果
能够控制我们的心念，对不对？控制我们的心念的话，就是当我们心在起伏的时候，我们能够自我去分析，我现在是什么心态，我现在的念头是什么。但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心念，掌握心念呢？那这就是要透过禅定，透过一个禅定的修学过程里面，对我们心念的把持会更有力量啊。所以佛陀在讲，你看入禅心得自在，能令大水作地，即成实地。那底下佛陀又讲啊，他说何以故呢？是水中有地分故啊，如是水火风金银种种宝物，皆成实。何以故啊？是水中皆有其分。各位，佛陀都告诉我们说啊，这佛陀所说的，龙树菩萨把它整理表达出来。各位，这就是我之前也跟各位谈过，一切物质当中，地水火风，在地当中也具足了地水火风。各位你了解吗？在水当中也具足地水火风，在火当中也是如此。所以他才讲啊，你看，是水中有地分故啊，水里面也有地分啊。那你现在用你的定心去